床上，人影交叠，床榻摇曳，此起彼伏的声响阵阵传出。就在二人忘我之际，忽然间，一盘子热气腾腾的豆腐从天而降，十分精准，而且力道十足地拍在了男人的屁股上。而此时被定作嫌疑人的太子妃江青离正在院子里锻炼身体。小姐，奴婢去厨房听了一件有趣的事，要不要听？听。昨天晚上太子和柳侧妃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据说不知道哪个替天行道的好人从房顶扔了块豆腐，柳侧妃被吓坏了。人家其实说的是挨千刀的。不对吧？吓坏的不是太子吗？厨房的人是这么说的，今早还请了御医呢。哦，原来狗太子爱面子呀，嘿嘿，看热闹去。江青离端着一碗实在喝不下的八宝粥。太子妃，您又来了。殿下还健在吗？我来给他送终。他好像听到了送终俩字儿，又忽然看到了江青离手里端的碗，他应该是听错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殿下死了？没有，殿下在房间里，好好的。太子妃怎么会这么问呢？太惊悚了。没死就好，还能喝粥。我去看看他。太子妃，殿下已经用完早膳了，要不你改天再来？我都已经来了，怎么也得跟殿下说句话不是？好吧，您请。江青离直接推开苏云的房门。太子哥哥，离儿来给你。苏云本身看见他就烦，更别说他丑人多作怪了。滚回你的院子，别让本宫再看见你，本宫看见你就恶心。他搞不懂，胖成这样咋有脸出门见人的？好的，我这就滚。抬腿下了台阶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太子妃这一身肥肉，跑起来竟然还挺快。小姐这次回来的格外快，奴婢就说她不会喝咱们的参粥吧，您还不信？唉，他虽然没喝我的粥，但是太子哥哥和我说话了呢。太子和您说什么了？他说滚回你的院子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看见你就恶心。就说这个？是啊，他以前只说一个字滚，现在说这么多了，是不是有进步？是啊，确实有进步，让太子殿下对您的讨厌程度更进一步。小姐自从3个月前被太子殿下一掌拍飞，差点摔死，醒过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，不再为太子不理他而生气，反而天天主动去惹殿下生气。难道是真的想把太子殿下气死，好继承他的太子府？太子简直受够了，将军府怎么调教出来这么个蠢货？殿下，柳侧妃来了，让她回去，本宫烦着呢。柳絮却仗着平日里太子对她的宠爱，根本不听剑影的劝告，直接进了房间。滚出去！殿下，您吓到旭儿了。柳絮柔弱无骨的身躯倒在苏云的怀里，苏云闭了闭眼，把柳絮扶到一边。本宫心情不好，回你自己的院子。殿下，旭儿想陪着你，那样殿下就不用烦闷了。听话，回去吧，好好待着，本宫改日去看你。好吧。殿下，旭儿可以回家看看我娘吗？可以。谢谢殿下，旭儿爱你。柳絮对苏云千恩万谢，高高兴兴地出了太子府，回娘家了。青离院，小姐，柳侧妃又回娘家了。太子这几天不能伺候她，肯定又去跟奸夫私会去了。咱们要不要告诉太子？才不呢，让他们搞，就让太子戴绿帽子，绿死他才好呢。人哪有被绿死的？说出来气死他不行吗？他现在年轻气盛，不会气死的。得找个他最虚弱的时候，告诉他最爱的女人其实一直都在骗他，给他最致命的一击，他就 BBQ 了。然后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太子府所有的财产。原主是将军府嫡女，小时候也是聪明伶俐，跟着爹爹习武，身体嘎嘎棒。忽然有一年食欲大增，身体也开始发胖。他现在的灵魂是现代打工人，每天最轻松的时候就是晚上躺在被窝里看书，正看到江青离被狗男人一掌拍飞出去摔死，就骂了狗男人一通，然后睡觉了。这一觉就睡到了这个胖胖的倒霉蛋身上。随月备车。
咱也回娘家去看看去，好久没回家了。小姐需要跟殿下说一声吗？不需要，他要是生气才好呢，距离 BBQ 更进一步。主仆二人回了将军府，恰巧碰上准备出门的庶妹江青言。哟，今天一大早就有喜鹊喳喳叫，原来是大姐姐回来了。姐夫没一起来吗？那药就是他姨娘给自己下的，就是见不得嫡出的子女比他的好。二妹妹说的不对，喜鹊喳喳叫是二妹妹有喜了，这是打算去幽会情郎吧？大姐姐莫要胡说，这可是损人轻易的事情。哦，那是我说错了吗？哦，那就随我一起去见母亲吧。母亲不喜欢有人打扰她清静，我就不去了，姐姐自己去吧。她可是约好了世子爷，若是爽约，万一世子不高兴了，她嫁入侯府就要泡汤了。江青离也懒得理她，先看看原主的母亲再说吧。父兄都在军中，江夫人喜静，经常在佛堂一待就是半天。娘，梨儿回来看你了，梨儿好想你。江夫人抱着女儿流下了眼泪。哎，梨儿，你是不是瘦了？瘦了好几十斤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江夫人第一反应，女儿在太子府过得不好，吃不饱，饿的，少吃饭，多运动，自然就瘦了呀。可是你以前也运动了呀，也没见瘦一点儿。娘，你就没想过我这具身体发胖另有原因吗？什么意思？有一种药物，人一旦食用就会食欲大增，引起身体发胖，不是运动能瘦下来的。你是说你被人下药了？我觉得极有可能。娘，我没事了，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事儿娘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娘儿俩有说不尽的心里话。天色渐晚，不回去了，我都跟太子说好了，要陪娘住几天。说了就好，要是没说的话，想住下需要去跟太子送个信儿。切，苏云那个狗东西，巴不得我永远不回去呢。如意楼雅间，恭喜大皇兄新婚，弟弟远在边关，没能回来参加太子皇兄的婚礼，这是新婚之礼，给二位嫂嫂补上。多谢二皇帝有心了。转眼离开京城数年，犹记得我们幼时在一起读书练武的情景。哎，还有青离妹妹，她还好吧？她挺好的，能吃能睡，心宽体盘。大皇兄，虽说后院的女人要雨露均沾，但是大皇兄与青离可是青梅竹马的交情，多照应一下也是应该的。二皇帝，要不是本宫知道你今日才回京，我都要以为你被江青离收买了呢。大皇兄说笑了，弟弟只是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啊。造化弄人罢了。当初他们好几个皇子和江青离一起玩耍，皇祖母偏偏把青离指给了大皇兄。明明大皇兄和青离的年纪差得最大，兄弟二人正说着话，门外又冲进来一人。大皇兄，二皇兄，你们果然在这里啊，让我好找。小五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这话说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这里是我家。怎么这么巧，与你二皇兄一起回来的？嘿，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是吧，二皇兄？小五最近又疯去哪里了？我去的地方可多了，听说大皇兄大婚了。大皇兄，你是不是把喜酒给我们补上呀？好，酒随便喝，菜随便点。今日不能算，今天是接风的，改日去太子府，让嫂嫂亲自下厨伺候我们才行。好，我走的时候，青离妹妹胖乎乎的，她还那么胖吗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的青离妹妹胖得很可爱。苏林和江青离一样大，小时候他俩关系最好。胖胖的好呀，媳妇要娶胖胖的，饺子要吃烫烫的。苏云一听烫烫的，屁股又开始疼了。柳絮回了娘家，都是美其名曰看望母亲，其实他与他哥哥柳落有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柳落从小被柳丞相养在府中，柳家五子是把他当成亲儿子来养的。旭儿，好久不见，是不是有了太子就把我给忘了？怎么会呢？旭儿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你呀。苏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茶水被做了手脚，还觉得对不起柳絮，让他婚前失贞。好旭儿，这身子越来越诱人了。不知我们那愚蠢的太子殿下可否已经陷入旭儿的温柔乡里了？那当然，太子对旭儿言听计从，在我的挑拨下，他都对太子妃动手了呢。是吗？果然是个蠢货。继续努力，旭儿很快就能成为太子妃了。
哥哥日后还得靠你提拔呢。二人纠缠了许久，柳絮整个人化成了一滩春水。柳絮在娘家住了3天，回到太子府，自然用学来的功夫和苏林深入探讨了一番。因为柳絮的声音太大，侍卫们都觉得尴尬，自觉地避远了一些。江青离正愁找不到机会捣乱，一个自制的炮弹扔到了房顶，轰隆一声。等到侍卫赶过来救人时，发现苏云光溜溜的被压在了房梁底下，这下可不止丢脸了。该死的，养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这么多人守卫，竟然让贼人钻了空子！侍卫们齐齐跪在地上，每人去领20板子，若是再守卫不力，杖毙！柳絮被他压在身子底下，没有受伤，可惜查来查去，还是没查到底是谁干的。梨儿好几天没看见太子哥哥了，怪想念的，过来看看。呀，太子哥哥，你怎么瘦了？眼睛都佝偻了，怎么看上去像个死人？上次清理马粪那个老刘头死了，脸色就是这样子的。太子哥哥，你不会咬死了吧？江青离，你跟本宫滚出去！这个女人是要故意气死他吗？他好想一巴掌拍死她呀！哎呀，这么大声，应该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，害我高兴的呀，有点太早了。江青离扭着水桶腰走了。哎呀娘啊，狗男人距离 BBQ 又近一步。BBQ BBQ， 赶紧 BBQ。他太高兴了，回去让随月准备烤肉来犒劳一下。苏林回到了皇宫，见了父皇母妃，又跟太后亲近了几日，就想起来去太子府看看江青离。苏林也没客气，直接就去了后院。黎妹妹，五哥来看你啦！啊，公子，这是柳侧妃的院子，您走错地方了。柳侧妃，这是正院，凭什么柳侧妃住在这里？太子妃在哪里？太子妃住在清离院。苏林一甩袖子离开，黎妹妹竟然住得这么偏远，也太可怜了。看到一个粗壮的身影，黎妹妹，是你吗？哎，小五哥，哎呀，真的是小五哥呀！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一起烤肉吃。黎妹妹，你好可爱，胖胖的，好可爱。小五哥也越来越帅了。黎妹妹，你怎么住在这里啊？这里清静呀，你不知道，那个柳絮和太子哥哥晚上闹的动静太大了，隔壁院子都能听见，我就搬过来了，耳不听心不烦。黎妹妹，你受委屈了，小五哥回来了，一定为你主持公道。啊，这人也太热心了吧，别人家夫妻的事儿他也管。黎妹妹放心，二皇兄也回来了，也会向着你的，不能让柳侧妃独宠。战哥哥也回来了吗？怎么没来看我呢？二皇兄有管理军中事业，公务繁忙，等他忙完了肯定来看你。啊，有哥哥真好，我太幸福了。原主小时候竟然人缘还挺好的，还有2个惦记他的皇子哥哥。苏云听说小五来了府里，竟然没去找他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怎么回事？去问问人哪儿去了。剑影天天跟着太子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负责打扫院子的仆人回禀，太子妃在上个月就搬去别的院子住了。本宫为何不知道？殿下，您从来不听太子妃说话，她一开口，您就让她滚。岂有此理！她是太子妃，怎么能随便换院子呢？殿下，太子妃住的本来也不是正院，这正院不是给柳侧妃住了吗？您宠妾灭妻的这么明显，难道自己还不知道？苏云破天荒的没有发火，出了院子往后走，清离院里。清离妹妹，是不是大皇兄对你不好？他一点都不喜欢我，不让我住正院，还偏心柳絮。柳絮仗着太子哥哥宠他，经常找我的麻烦，我都不理他了，他还凑过来骂我，太过分了！他一个侧妃竟然这么不懂规矩。可不是嘛，他说我胖，还说我丑，我胖我丑，碍着他什么事儿了？又没妨碍他吃饭，也没妨碍他和太子哥哥睡觉。小五哥，你说他是不是没事找事儿？就是没事找事儿，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找揍。对呀，所以我就要揍他。哪知道太子哥哥来了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偏心柳絮，还打我。大皇兄还打你？太子哥哥一掌就把我拍飞了，飞出去老远老远，然后啪叽掉到地上，摔得可疼了，直接就把我摔嗝屁了。李妹妹，你受委屈了，小五哥回来晚了。还有更过分的呢，把我摔嗝屁了，他都没理我，抱着柳侧妃就走了，也不给我找大夫。我昏迷了3天才醒过来，这期间也没过来看看我。李妹妹，这些事情父皇知道吗？皇祖母知道吗？难道就没有人管大皇兄吗？任由他宠妾灭妻？
他们不知道，我没告诉他们，我怕他们生气。李妹妹，你真是太善良了，是大黄兄太过分了，小五哥一定为你讨回公道。谢谢小五哥，小五哥对我最好了。听到了二人的对话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了。李妹妹，这是小五哥送给你的礼物。谢谢小五哥，你就是我亲哥。李妹妹放心，哥哥回来了，定不会让你再受欺负。你要干什么？让大皇兄把镇院还给你，给你太子妃的殊荣。哎，别呀，我不需要。小五哥，你别害我。你要是把太子哥哥宠妾灭妻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那太子哥哥会更加讨厌我的。可是你，我挺好的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我像不好的样子吗？李妹妹，你真的不委屈吗？不委屈，以后小五哥经常来看我，我就挺高兴了。好，改天小五哥带你出去玩，大皇兄不理你，咱也不理他。随月眼神古怪的看着这俩幼稚鬼，怎么感觉五皇子要撬太子的墙角呢？回了自己房间的苏云又一晚上没睡好，他自己反省了对江青离的态度，貌似确实太过分了。柳絮又提出回去看看他的母亲，苏云自然不会拒绝。江青离听说后，绿死他，绿死他，绿死他！小姐无时无刻不希望太子殿下归西呀，可是人哪有绿死的呀？你不说我根本不知道呀。苏战终于忙完手上的公务，想要来看看江青离，找了苏小五一起。苏林带着苏战直接去了清离院。青离妹妹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江青离正无聊呢，嗖的一下就窜出来了，让二人都吃惊不小。小五哥、战哥哥，你们可来了，我都盼了一天了。今天早上就有喜鹊喳喳叫，我就知道你们今天会来。黎妹妹小嘴巴越来越甜了。战哥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想死你了。小五哥说你回来了，我就天天盼你来。本王有公务在身，不像小五那么清闲，这不是忙完就来看你了吗？战哥哥，几年不见，你长得越来越帅了，比太子哥哥好看多了。苏战和苏云是异母同胞的兄弟，黎妹妹也越来越可爱了。战哥哥，我的礼物呢？那小五哥都送我礼物了。你们的礼物，我回来那天就给了大皇兄了，他难道没给你吗？啊，你给他干什么呀？给了他，不就等于给了柳絮了吗？大皇兄当真如此过分？黎妹妹放心，战哥哥会给你补上，再送你一份好的。好吧，那就便宜了柳絮了。随月给两位皇子上了茶。黎妹妹，告诉战哥哥，你过得好不好？我挺好的呀，你看看我这身肉肉，是不是吃的挺好的？小五跟我说，你受了很多委屈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呀是眼不见心不烦，吃得好，睡得饱，日子过得自在着呢。随月，去厨房看看有肉没有，若是有就准备一下，给两个哥哥烤肉吃。苏小五也是这么想的，没好意思说，于是丫鬟准备肉。苏云听说两个弟弟来了，又没通知自己，就去找江青离了。他等了半天，于是起身来到了清离院，敲了半天。随月，去看看是谁来了。哦。从门缝里瞧了瞧，然后又跑回来告诉江青离是太子来了，把所有的生肉熟肉都收进了盘子，所有人面面相觑，一块儿都没留。小姐这是又憋着劲儿惹太子生气呢。随月恭敬的行礼，并且请他们进去。哎呀，太子哥哥怎么来了？你来的也太不巧了，我们刚刚把肉吃光，一块儿也没有了。真好，集体吃肉，故意不带他。江青离，你还指望本宫喜欢你，简直就是做梦。本宫就是喜欢猪狗，也不会喜欢你。太子哥哥，你这喜好就不要说出来了，传出去挺丢人的。你们也很好，在本宫的太子府里与太子妃把酒言欢，吃着本宫的，喝着本宫的，还在背后讲着本宫的坏话，哼，真是本宫的好弟弟啊！大皇兄，你也别把话说这么难听，事在人为。青离嫁过来，你来看过她吗？关心过她过得好不好吗？你从来都不来，她昏迷了好几天，你都不露面，谁知道你今日会来呢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苏小五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你少管。大皇兄，青离是我们的妹妹，就算你是不喜欢她，也不能宠妾灭妻吧？本宫何时宠妾灭妻了？殿下果然宠妾灭妻还不自知啊！
你让一个侧室住正院还如珠似宝，这就是宠妾。你对黎妹妹动手就是灭妻，你自己做的事情都摆着呢，还不承认自己宠妾灭妻？本宫苏云很不服气，却也无法反驳。黎妹妹心地善良，你打她都没有去跟皇祖母告状，还唯恐你宠妾灭妻的事情传出去，让世人嘲笑你。你倒好，冷落黎妹妹，还纵容侧妃欺负她。小五哥，不要说了，你没看到太子哥哥脸色不对劲吗？他好像得了不治之症，快要死了。他的脸色跟死了那个刘老头。闭嘴！江青离，你是在找死！这个死女人，不给我肉吃就罢了，还天天咒我死，我怎么就跟老刘头一样了？大皇兄，你过分了！二皇帝，你也要管闲事吗？青离是你的妻子，不是仇人，你要杀她吗？他说话故意气我，你们听不出来吗？有因才有果，大皇兄自己做了什么，自然回报的是什么。好，很好，你们都很好。江青离，本宫就看看他们能护你到几时。苏云憋了一肚子气，甩袖离开了清离院。战哥哥，他是要杀我的意思吗？他不敢。二皇兄，大皇兄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还想打青离是不是？剑锋，你留下保护太子妃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青离不用害怕，剑锋武功很高的，大皇兄若是动手打你，就让剑锋保护你。谢谢战哥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你就是我亲哥哥。这不才消停了2天，他又扭着水桶腰来到了苏云的院子。江青离，你还敢来？战哥哥说他把送我的礼物给你了，你还给我。他是祝贺本宫成婚的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知道你都给了柳絮。哼，战哥哥说了，另外送我一件更好的，我喜欢什么他就送我什么，不让太子生点气，岂不是白来了吗？江青离，你还知不知道礼义廉耻？他们现在是你的小叔子。小叔子怎么了？谁让我貌美如花，人见人爱呢？貌美如花？哼，就你若是鲜花，牛都不拉屎了。哼，粗鄙，瞧不起你，哼，没眼光。苏云从来没和江青离说过这么多话。江夫人让人送信到太子府，她已经为江青离讨了公道，是张姨娘给江青离下的毒。而江青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成功地爬上了永安侯世子的床。她跪在江夫人面前，让她不要把这事说出去，就算要说，也等到她嫁到侯府再说。江青言，你确定世子会娶你？世子亲口答应的，不会有假。他的婚事他自己说了算，况且你还是庶女的身份，侯爷夫妇会答应娶你？唉，你还真是跟你娘一样的蠢。母亲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您帮我想想办法。你跟他关系发展到何种情况了？我已经是世子的人了。还真是你娘调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爬男人的床倒是顺溜。母亲，我要怎么办啊？你自甘堕落，我也帮不了你，就看世子对你有几分诚心了。你要有思想准备，很有可能是个妾室。他自己把路给走死了，怨不得任何人。江青离听说了这个结果，又高兴地在院子里跳摇摆舞。太子府房子塌了的事情，但还是不知被谁传了出去。苏黎听说了，却跑过来问江青离：“林妹妹，听说大皇兄睡觉的时候房子塌了，是真的假的？”“是真的，你没发现太子哥哥这几天那脸色就像死人吗？”“房子怎么会塌了呢？”“因为他们2个太能折腾了呗。”2个人折腾。林妹妹，我带你去酒楼吃东西吧。好啊，我都好久没上街了。林妹妹胖胖的很可爱，大皇兄没有眼光，看不到你的好。林妹妹明明比那个柳絮漂亮多了。我也觉得我比她漂亮。小五哥眼光真好。黎妹妹真好劝，说什么她都信。江青离现在出门有2个随从了，一个随月，一个剑锋。二皇兄对林妹妹真好，剑锋可是皇家侍卫队里最厉害的。明明这么多喜欢自己的皇子，太后怎么就给他选了苏云那个狗东西？随月，你去账房支1000两银子，就说我要用。林妹妹，我请你，不用你花钱。不行，必须我来花。不用的，一起吃饭哪有让女孩子花钱的？不许和我抢，我就要花太子府的银子，不花白不花。2人还没争执完，随月回来了，没有太子的命令，账房不给钱。你笨啊，你就说太子已经答应了。小姐，拿银子需要太子的手印。剑锋，你去要太子手印，若是他不给，你就告诉他，明日满京城都会知道他宠妾灭妻，虐待太子妃。苏云看到剑锋
还真的跟在江青离的身边了。太子妃要银子干什么？逛街。那也不需要1000两吧？太子殿下若是不给，明日全京城都会知道太子宠妾灭妻，虐待太子妃。二皇帝就是让你留在太子府跟本宫作对的吗？太子殿下到底给不给太子妃银子？让江青离亲自来，要不然1两也没有。剑锋回去如实禀报，奶奶的，真好意思不给呀！狗男人，你等着，等我掌握了财政大权，我饿不死你！我不敢去，我怕他打我。太子妃，手下可以保护你。算了吧，今天就花小五哥的钱吧。苏林对大皇兄的印象是一落千丈，不行，他得让皇祖母知道。苏云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江青离，让剑影去看看。结果剑影回来说太子妃和五皇子逛街去了。可恶的江青离，就不能来服个软吗？一行人一边走一边吃。小五哥，你放心，等我掌管了太子府，我天天请大家吃烤肉。好。你说怎么样才能让太子哥哥把太子府内务交给我呢？林妹妹放心，这事交给小五哥给你办。去找皇祖母告状，再去找父皇告状，他就不信没有人为黎妹妹撑腰。玩了一天的江青离刚刚回到清离院，剑影来告诉他，太子殿下生气了，让太子妃禁足。为什么呢？太子妃，要不你去跟殿下说几句软话，道个歉，或许……道什么歉？我欠他什么了？他1两银子没给我，应该来道歉的不应该是他吗？你回去告诉他，让他拿着银子来跟我道歉，要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什么东西？剑影也好为难，这俩人都不太好哄。绿毛龟，真是的，柳絮怎么还不绿死他？柳絮却是满面红光的从娘家归来。殿下，您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太医怎么说？过几日就好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到底谁在太子府作乱？这让太子寝食难安。江青离越想越生气，那刘小三儿经常回娘家找奸夫都不进足，凭什么进他的足？他好久没有进宫了，去看看太后去。苏云早朝还没回来，他们就出门了。江青离有特权，可以随时进宫，不用传召。苏林正在跟太后告状，说太子虐打太子妃，差点打死没活过来。皇祖母，您是不是不相信孙儿？你才回来几天呀？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。不是的，是孙儿亲眼所见，柳侧妃住了主院，青离住在了最偏僻的院子，大皇兄从来没有去看过她。当真有此事？真的，皇祖母，求求您给青离妹妹做主吧，她太可怜了。太子下了朝，你去把她找过来，哀家要亲自问问她。难道这婚他指错了？忽然外面有宫女禀告，太子妃求见太后。正好，快让她进来，哀家问问李丫头，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江青离进了房间，发现苏林也在这里。皇祖母，离儿好想你。李丫头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让皇祖母看看，瘦了不少呢，比以前好看多了。皇祖母，离儿给您做的糕点，您尝尝。丫头有心了，你在太子府过得可好？皇祖母，我挺好的。你小子乱说话，人家当事人都说很好。太子哥哥已经好久没打我了。结论下早了，小五子没撒谎，他当真动手打你啦？皇祖母，不怪太子哥哥，可能是他劲儿太大了，没有掌握好力度，才把离儿打飞出去的啊！还好，只昏迷了3天就醒过来了。好善良的孩子，被人打晕了还要找理由原谅。他除了打你，还对你做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做呀。太子哥哥很少出现在我面前，通常都是我去看他，他就让我滚回去而已。这个混账，他平日里可有送给你礼物？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花过他1两银子。岂有此理！这个混账东西！李丫头放心，皇祖母一定给你撑腰。不用了，皇祖母，要是让太子哥哥知道了，我在背后说这些，会更加讨厌我的。别怕，哀家有办法治他。皇祖母，您要怎么治他呀？李丫头，要想控制一个男人，首先要控制住他的钱财，那样他就会乖乖听你的。皇祖母，太子哥哥要是不愿意怎么办？他不敢不愿意，有皇祖母给你做主。皇祖母威武！嘿嘿，狗男人，臭小三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苏云来到慈安宫，看到江青离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女人来告状了，自己都让她禁足了，竟然敢出来！太子哥哥，我没有跟皇祖母说你的坏话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太后惊呆了，这丫头被一个眼神吓成这样。李妹妹好可怜，苏云也惊呆了。
江青离，你又在搞什么？本宫不是进了你的族吗？谁让你出来的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自己宠妾灭妻，凭什么进李丫头的族？你想气死哀家吗？要是让大将军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太子府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会有你的好日子过？皇祖母，你放心，弟弟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在太子府过得很好。这个死胖子真能装啊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哀家还管不了你了吗？你在哀家面前还敢这个态度？小五，哀家的拐杖呢？皇祖母，这里呢，给您。大皇兄，你太过分了，连皇祖母的面子都不给。你闭嘴，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滚！苏云被江青离气得失了理智，太后真的用拐杖抡他了，打了好几下。你知不知错？皇祖母，你不要听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。闭嘴！哀家问你，你的主院是不是给侧妃住了？是。好啊，一国太子真重规矩啊，嫡庶都不分了。孙儿只是想补偿旭儿。补偿？你欠他什么需要用正妻的院子来补偿？就算是你欠他的，凭什么要牺牲李丫头的面子来补偿他？你还为了一个侧室对李丫头动手，还差点把人打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？那好，事后可有跟李丫头道歉？皇祖母，不用道歉的，只要太子哥哥不再打我就好了。苏云啊苏云，你把宠妾灭妻做的还真是相当到位呀！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你会是咱们大云国宠妾灭妻的楷模呀！江青离在太后身后点了点头，还对苏云做了个鬼脸。江青离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阴我！话没说完，被太后一拐杖打断。臭小子，还不知悔改！你是想气死哀家吗？皇祖母，不是的，是江青离，还要攀咬李丫头，自己做错了事还要攀咬别人。云儿呀，哀家对你太失望了，哀家对不起江明，对不起李丫头。江明是江青离的父亲，年少时就与皇帝交好，他不但是功臣，也是皇帝的至交好友。皇祖母，孙儿知道错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就要补偿，拿出点诚意来，让李丫头原谅你。苏云抬眼看向江青离，原来这个女人跟皇祖母求了条件。你看李丫头干什么？看着哀家。皇祖母，我是想问问青离想要什么？你得自己拿出诚意，才能得到李丫头的原谅。苏云想了半天，也没想出来江青离到底喜欢什么。我给他银子，他要多少给多少。这还差不多。小五，你跟着一块儿去，亲眼看着你大皇兄把库房的钥匙交给李丫头。什么库房钥匙？怎么，给银子只是口头说说的吗？皇祖母，我是说……不用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以后太子府后院的大小事情都交给李丫头，你的莺莺燕燕以后也归李丫头管理。要是让哀家知道你宠妾灭妻，饶不了你。好，孙儿都听皇祖母的，大不了今天之后自己施舍点美男计，让这个蠢女人再乖乖的把大权还回来。江青离满意了，临走抱着太后都要喜极而泣了。苏小五全程跟着。苏云召集了太子府的所有人，当着大家的面把太子府的管家权交给了太子妃。众人明白了，太子妃这是找到靠山了。柳絮觉得没面子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江青离一声令下，刘侧妃禁足1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太子府我说了算，就是让你搬出去，你也得乖乖的走。不过算了，我也不稀罕你那破院子，你就住着吧。柳絮被强硬禁足，苏云心疼，来找江青离。听到有人过来，睁开一只眼睛瞅了瞅，又闭上。江青离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敢控制本宫的开销，你就是这么管家的吗？我这是勤俭持家，勤俭节约从太子开始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以后你吃什么穿什么都得经过我的同意。你好，本宫听你的，你不要难为柳絮。果然是真爱呀，禁足一下都心疼了。我没难为他，他吃的喝的都没变。但是你若是让我不开心，我可是会缩减他的吃穿用度的。太子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江青离，你不要太过分，皇祖母不可能永远护着你。苏云，我告诉你，以前是我傻，受你们欺负，以后我不傻了。皇祖母不会永远护着我，但是我有亲爹，还有亲哥哥，还有将军府。我父兄为了国家安定，背井离乡，远赴沙场。你在后方享受着他们带来的太平安乐，你们凭什么欺负我？凭什么？是因为他们忠心耿耿吗？你是觉得我死了他们不会管吗？一系列的灵魂拷问让苏云愣在了当场。
皇祖母说的对，我要补偿柳絮为什么要践踏江青离的脸面。我这么做让他情何以堪呢？以后没有重要的事儿，不要来打扰我。江青离，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明明很喜欢本宫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你撒谎！你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因为本宫宠爱柳絮吗？只要你温柔点，本宫也不是不能接受你。哼，柳絮是你的真爱，好好爱着，永远爱着，别来祸害别人。希望你对他爱得死去活来，那样曝光出奸情的时候才能打击最大。你就嘴硬吧，你早晚会来求本宫。就算她是太子妃，不会被废，也需要一个孩子傍身的。发现江青离是真的不想搭理他，只能转身离开。剑锋觉得太子妃根本不需要保护，分明战斗力杠杠的，真讨厌。好好的心情被这个绿帽龟给破坏了。剑锋，战哥哥很忙吗？我们可不可以去看看他？王爷很忙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军营训练。太子妃若是想见王爷，要提前约。我们可不可以去看他练兵？女子不能随意出入军营。哦，好吧，辛苦他了。等他有空了，让他来吃烤肉。属下领命，会告诉王爷的。哎，别站着了，坐下歇会儿吧。属下不累。在我面前呢，不用拘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那太子殿下呢？他和柳絮是一家人，跟咱没关系。太子妃，您和太子才是夫妻。哎，别说，我一想到和这种人是夫妻就想吐，即便是名义上的，也挺恶心人的。太子妃真的不喜欢太子殿下？岂止是不喜欢，是相当讨厌。一想到他和柳絮在一起，那嗲嗲的声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好久没见到苏战，他再次出现在清离院时，战哥哥哪里来的？好漂亮的猫猫！战哥哥特意为你寻来的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，谢谢战哥哥。我听说皇祖母替你做主了，大皇兄没难为你吧？有剑锋在，他敢吗？这丫头真容易满足。听剑锋说，他根本不喜欢大皇兄，难不成要做一辈子怨偶？随月，战哥哥来了，赶紧准备烤肉。要是厨房没有肉了，就出去买。好的，小姐。属下也去。剑锋也跟着随月出去了。战哥哥，你还喜欢吃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做给你吃。不用麻烦，战哥哥不缺吃的。剑锋说，战哥哥跟士兵们一起吃的都是粗茶淡饭，很少有享乐的时候。粗茶淡饭也挺好，不饿肚子就很好了。灾荒年还有很多人饿肚子，甚至饿死。我知道这些道理，我也不是只知道贪图享乐的人。丰年多囤粮食，遇到灾年才不会束手无策。说得容易，大云国粮食也不是很富足，好年头勉强温饱，并没有多少余粮。朝廷可以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呀，用一些奖励制度激励大家开荒种地，用不了几年，国库粮仓就会囤满了。黎妹妹，一个深闺女子，竟然还懂得这么多。国以农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若是人都饿着肚子，何来的其他发展呀？黎妹妹，大皇兄眼瞎了啊！可不是嘛，那绿帽龟都瞎透了。绿帽龟？战哥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不能告诉别人。哦，好。那个柳絮背着太子哥哥有奸夫，他经常回娘家与他私会，太子哥哥还把他当宝。你就说他是不是绿帽龟，眼睛瞎得彻底，还宠得跟个眼珠子似的。哎呀，都绿得发光了，还不自知。你怎么知道？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让我发现了。嘿，那你为何不告诉大皇兄？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你不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吗？一个骗子，一个瞎子，绝配。听上去好有道理，但是如果说出来，柳絮就会失宠，大皇兄不就会来他这里了吗？难道这丫头是真的不喜欢大皇兄？黎妹妹看得通透。战哥哥，不要告诉他哦。苏云听说苏战又来了清离院，非常生气，吩咐门房以后不管谁来都不能放行，要先禀报他。可是门房却说，太子妃特意交代了，2个皇子过来不用禀报，他们都吃了好几次烤肉了，自己还一次都没吃到。死胖子，果然讨厌，这辈子别指望我宠幸他。柳絮被禁足1个月后，竟然发现怀孕了，而大夫说她刚刚怀孕1个月，还真是巧到家了。苏云听说后也高兴的大笑，江青离还装模作样的恭喜她。现在越高兴，等真相大白之时就越伤心。她罗列了一堆好东西，让管家给柳絮送过去。太子妃不给钥匙，他们什么都赏不了。你没说是本宫要的吗？
说了，太子妃说不管是谁要都不好使，现在太子府的开销归他管。岂有此理！本宫才是这个太子府的主人。可现在太子妃掌家，你去把他找来，本宫要与他理论一番。太子妃还说，您要是不服，想与他理论，就去清离院。嘿，还反了天了！好，本宫这就去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。苏云怒气冲冲地来到了清离院。江青离，你这个妒妇，为何阻拦柳絮的赏赐？好好说话，不会说话就滚出去。你大胆，敢让本宫滚出去？这是太子府，本宫是太子。他是真的想拍死这个无法无天的女人。雪儿有孕，这是本宫的第一个孩子，本宫就是赏她点东西，你为何阻拦？我看了你列的清单，这些东西的价值1万边关将士能吃1年，你不怕把你的心肝宝贝撑死啊？将士的吃食费用由朝廷发放，自然不会饿着他们。这可是本宫的孩子，是皇长孙。那就等他生出皇长孙再说吧。他就不信柳絮敢把孩子生出来。你太过分了，就算本宫列的东西多了点，也不能一点都不给吧？你确定你跟苏战是一个娘生的？放肆！皇家血脉岂容你妄议？行，咱不说别人，就说柳絮吧。从他进府这1年来，你在他身上总共花费了13万8千两银子，还不算太子府库房里的宝贝首饰，平均1个月1万两。我这个正牌太子妃1两都没花过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现在不是掌家了吗？你想花多少，还不是你自己说了算？这话说的我爱听。太子府的钱现在我说了算，所以你可以滚了。你这是公报私仇，用词不当，我这叫欺人太甚，跟你学的。太子以前可是一直这么欺负我的，莫不是这么快就忘了？是，现在你说了算，你想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吧。你想多了，我什么都不给。你若是再惹我不开心，我就断了他的吃穿用度，让他体会一下军中将士们的生活水平。苏云双拳紧握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离开了清离院。江青离说的话点醒了他，如此奢靡，怎么对得起将士们保家卫国的粗茶淡饭？柳絮在房中幻想着太子答应他的礼物，结果等了半天也没等来。江青离悠哉悠哉地走过来。江青离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猜猜我会干什么？你听说我有了身孕，嫉妒了吧？哼，我嫉妒你，怀个杂种还怀出功劳来了。也就是苏云眼盲心瞎，被你这么个破稀玩意儿耍得团团转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用害怕，只要你不作妖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进了太子府，一共花了13万8千两银子，把他们吐出来，我帮你保守秘密。你和你的情郎可以继续交往，想生几个就生几个。我不明白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说的这么清楚了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要的是银子，只要银子到位，我可以为你们的通奸之路保驾护航。不能逼急了，先把他花太子府的钱要回来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没有证据的事情，太子殿下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你确定要跟我杠上？要不要把柳洛找来跟苏云对峙一番？对了，还有酒楼的掌柜，还有相府的丫鬟仆人，还有……不要说了，看来他什么都知道，而且还很清楚。我没有那么多银子，给我3天时间准备。OK， 我等妹妹的好消息。柳絮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前发黑，晕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太子让人给柳絮送了一些首饰。3日后，13万8千两银票1两不少的到了江青离手上，又从太子府的账上直接划走了28万2千两，以他个人的名义全部捐给了军营。苏震吃惊的看着整整一匣子银票，青离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我自己的，放心吧，不是偷的，只是敲诈勒索了点而已。40多万两不是小数，商量大皇兄了吗？现在的太子府我说了算，不用商量他那个败家玩意儿，钱都给了刘小三了，我又要回来了。要回来？他害怕我把他的秘密说出去，就全部吐出来了。青离果然聪明。说着吧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，不能委屈了边关的兄弟们。江大将军教育有方，青离心怀大义，本王替将士们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我今日才真正体会这句诗的真正意义。苏战是从心眼里佩服江青离的。江青离刚刚回府，还没有到清离院，就被苏云堵在路上。江青离，
你取走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我干什么需要向你汇报？你这个丑八怪，你到底在折腾什么？皇祖母让你管家，不是让你败家的。你说你把钱花哪儿去了？你一年给柳絮花了近14万两银子，我一个正妻花他2倍，28万两，不过分吧？苏云竟然无言以对。再说了，现在我管家，我说了算，你以后不要随意出现在我面前恶心我。说完了，带着随月剑锋扬长而去。死胖子，丑八怪，竟然说自己恶心他。江青林哪里有旭儿可爱，转头去了柳絮的芳菲院。结果柳絮也不似之前热情，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他。剑锋察觉到了青离院周围有不少高手。太子妃，有人暗中盯着我们，肯定是绿帽龟怀疑我了。没关系，他们有证据，让他们盯着去吧。本宫是一国太子，就吃这些东西。回太子殿下，这是太子妃安排的，说让您体会一下军营的生活。若是您不吃这些的话，就只能饿着了。想让本宫饿着？笑话！本宫出去吃。太子妃还说，若是发现殿下有私库，一律没收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太子妃还说，她在太子府水深火热的过了1年多，终于翻身做主人了。不踩死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就不叫江青离。该死的丑八怪，分明骂的就是他。今天早上，这太子妃发卖了6个狗眼看人低的奴仆，现在太子府所有的丫鬟仆人都对太子妃唯命是从，都听他的，凭什么都听他的？本宫是太子，这是太子府。因为太子妃给大家涨了月银。苏云又气饱了，馒头咸菜也省下了。送饭的丫鬟端着苏云不吃的馒头白粥去了清离院。太子妃，奴婢把太子殿下气得没吃饭。好，赏，继续努力。谢太子妃。丫鬟拿了10两银子，乐颠颠的回去了。到了晚上，苏云的晚膳连馒头都没有了，只有粥。那个死胖子又是怎么说的？殿下，死胖子是谁啊？江青离，你家的好太子妃，他又说什么了？怎么就给1碗粥了？太子妃说这是养生之道，想要长寿就要早上做皇子，中午做大臣，晚上做乞丐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早上吃的要好，中午吃的要饱，晚上吃的要少。本宫中午都没吃呢，晚上就给1碗粥。可是殿下中午为什么不吃呢？没有人不让您吃啊。滚出去！本宫晚上也不吃了，就如了江青离的愿，饿死拉倒。丫鬟回去禀报时，把江青离乐得拍大腿。他是不是气得脸色铁青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？是的，殿下很生气。好，继续努力，争取把他气死。要气死啊！我是想让太子来跟您服软呢。服软是过程，气死他才是最终目的。永安侯府来将军府提亲，因为江青言怀了世子的孩子，给的身份是贵妾，江青言都要哭晕了。江青离听母亲说了，也匆匆回来看热闹。江青言跪在地上，哭得好不伤心。二妹妹，你姨娘死了！众人都吃惊地看向她。臣妇见过太子妃。江青离摆摆手，你姨娘死了，你不守着她哭，搁这里干啥呢？姐姐，你娘还活着。哦，还活着呀？那你哭什么？我不想做妾。不做就不做呗，哭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娘死了呢。可她要是有选择，还能哭吗？闭嘴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在一个外人面前哭得就像死了亲娘似的，让人笑话。夫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二妹妹不想做妾，要不就让她做世子夫人吧。太子妃说笑了，江二小姐不过是将军府的庶女，况且她已经婚前失贞，侯府许以贵妾之礼，臣妇亲自来商量，也算是给了二小姐体面。可是方如舟已经答应了让二妹妹做夫人了呀，这是要言而无信吗？男人床资之间的话怎可当真？他那个蠢儿子肯定被这个贱人给迷惑了才许诺的，夫人怎知他那话是在床上说的？太子妃，咱们就不要计较这事儿了，反正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就让江二小姐做贵妾。你跟谁商量好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和母亲商量的吗？我跟侯爷商量的。侯府和将军府两家的亲事，你跟你老头子商量了就行了，这是没把我将军府放在眼里呀。将军府你们都不放在眼里，那么二妹妹进了侯府，不知你们打算让她活几天呀？
太子妃误会了，臣妇亲自带着礼物来，就是对将军府的尊重。这放眼大云国，哪有婆婆亲自登门送礼的？可不是吗？这种事情来个媒婆就行了，没有婆婆来的道理。侯夫人连伦理纲常都不遵从，还说不是瞧不起将军府。太子妃，你严重了。夫人，您看这事儿……婉儿说的对，是侯夫人不讲道理，这就是没有把将军府放在眼里。江夫人，你们太过分了！我是诚心诚意来的，你们竟然是如此态度。礼物代表你的诚意，我们就收下了。至于做妾的事儿，我们不同意，你再回去和你老头子商量商量，让二妹妹做世子夫人吧。周儿是世子，不是普通人家的公子，她以后会是侯府的主人，夫人的身份不能是庶出，也不能名声有损。名声有损，听见了吧？没出息的东西！你说你跟谁睡不好，非得跟个口是心非、言而无信的方如舟？你以为他是世子，就一定是侯府的主人吗？没有婚约就让女人怀孕，这种品德败坏的男人，世子都未必做得长久。侯府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儿子，就你这个瞎眼玩意儿看得上？世上没有男人了吗？非得跟他？每说一句，都让侯夫人心里颤抖一下。夫人见笑了，二妹妹眼瞎，识人不清，我一定会严加管教。要不你再回去和你老头子商量商量，让他做夫人。威胁的意味太明显了。那我再回去商量商量。侯夫人额头都冒汗了，回去好好商量商量，打算让江青言活多久？是提前弄死，还是去母留子？这决定也意味着方如舟的世子能做多久。夫人可要好好的想想。太子妃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进了侯府就是侯府的人，我们自然不会怠慢。还没进府就开始踩底儿了，进了府不会怠慢。夫人说这话，听的人都怕天打雷劈呢，你难道不怕？侯夫人终于绷不住了。太子妃，您虽然身份尊贵，臣妇好歹也是长辈，您从进门来就阴阳怪气，毫不顾及臣妇的脸面，是不是过分了？江青言虽然是将军府的人，可是他主动爬男人的床，又是什么好东西不成？你想让他做世子夫人，您觉得他配吗？他爬你儿子的床，你儿子不会把他踹下去啊？他都答应江青言做世子夫人了，说明他是自愿的，不存在任何强迫。你若说江青言不是个东西，你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觉得啊，他们两个挺般配的，夫人就莫要强行拆散了他们了，免得还得去祸害别人。你侯夫人眼前发黑，眼看着就要晕过去。侯夫人若是敢晕过去，我敢保证，用不了几日，方如舟言而无信、欺骗良家妇女的事情就会传出去，不知道这世子还做不做得安稳。侯夫人还是坚强的撑到了离开将军府。江青言对江青离千恩万谢，傻了吧唧的东西，你勾引也不会勾引个好的，就你这婆婆，你能伺候得了？不琢磨死你才怪。他倒是想勾引太子，可惜江青离不得宠。永安侯夫人尽管非常的憋屈，只能让江青言做了世子夫人，准备了3书6聘送到将军府。被关着的张氏以为女儿做了世子夫人，她能借机被放出来，结果江青言告诉她，自己有她这样歹毒的姨娘太丢脸，就不要出去丢人现眼了。江青离还在努力的减肥，每天晚上肚子都要饿得咕噜咕噜的，每次起来都发现剑锋站在门口。你能悄无声息地避开他们，不被他们发现吗？能。太子妃有什么吩咐？剑锋为了把江青离交代的任务完成的比较圆满，专门挑了个苏云正在大便的时候下手，正拉得惬意呢。只听扑通一声巨响，茅坑被什么东西炸开了，屎尿四处飞溅，苏云甚至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直直地掉进了茅坑里。茅厕里顿时乱成了一团，人们手忙脚乱的，好不容易被众人从茅坑里救了出来。他一直不停地呕吐，折腾了整整1宿没睡。第二天，他觉得浑身都是屎臭味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皇上也察觉出了不对劲儿，苏云最近面容憔悴，肯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就让人去查了一下。江青离只做了2个简易炸弹，已经用完了，不用担心，他们查不到的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这事儿谁也不知道。太子妃，这事儿王爷已经知道了。苏战让剑锋把江青离的事情都要仔细的汇报给他。战哥哥会出卖咱俩吗？不会。那不就得了？放心吧，放心吧，只要咱们以后不搞他了，这事儿就是个谜。太子掉茅坑里了，她作为太子府的女主人，
应该去看看太子。剑影一看见江青离，心里就开始打鼓。太子妃，殿下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，也没怎么睡了，他挺可怜的。好几天了呀。还活着呢，还挺坚强的哈。太子妃说话总是让人出乎意料。你说太子哥哥也是的，就不能好好做个人吗？非要得罪那么多人干什么？房子塌了修缮要花钱，茅厕塌了修缮也要花钱，日子哪有这么过的？这不是赚点钱都浪费了吗？啊，这怎么还成了殿下的错了？太子妃，都是因为那个贼人太可恶了，这不能怪殿下呀。不怪他怪谁？太子府这么多人，别人的房间怎么都不塌？别人上茅厕怎么就没事儿？怎么偏偏他有事儿？他不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吗？房间里的苏云听得一清二楚，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江青离把人气晕了，就扭回了清离院。又开始张罗着吃烤肉，还让剑锋约了苏小五和苏战。太子妃，咱们在这个时候约王爷来吃东西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刚来的，根本不懂太子府的规矩。我昏迷不醒的时候，太子哥哥和柳侧妃彻夜笙歌。啊，太子府竟然有这种规矩，一个倒霉另一个庆祝，这规矩真的是太没人性了。苏战很忙，收到江青离的邀请，还是百忙之中过来了。当他到太子府时，被门房给拦住了。抱歉，王爷，是太子吩咐，不管谁来都要禀报的。无妨，你去禀报就是。本王是来见太子妃的，不会去打扰大皇兄。说完了，也不管门房那便秘的表情，就进了府，只能去禀报太子。他拦了，但是王爷不听他的。好在剑影把门房拦下，没让他进去通报。门房刚回到大门口，苏林又来了，人家根本不理会太子爷的规矩。苏云躺在床上，呆愣愣地看着床顶，正想着柳絮，忽然听见外面传来说话声：“属下见过柳侧妃，殿下怎么样了？太医刚走，让殿下好好休息。我进去看看他。”柳絮推开房门，进了房间。太子殿下，你还好吧？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殿下，您怎能说出这种丧气话？您是一国储君，不该是这个样子。你以为本宫像这个样子吗？本宫还是旭儿善解人意，不像那个江青离。太子妃姐姐怎么了？她惹殿下生气了吗？那个丑八怪，哪句气人说哪句。皇祖母被他蒙蔽，偏心于他，殊不知他就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。殿下别生气，姐姐就是心直口快了些而已。旭儿今日是怎么了？你可是从来不会说这种话。以往柳絮都是说江青离的坏话。殿下，旭儿有了身孕，心里就想了许多，设身处地的为姐姐想想，她也挺不容易的。你竟然替她说话，她现在都要反了天了，不给本宫半点情面，就连吃食都要控制本宫啊！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她最近没有苛待你吧？没有，姐姐对我挺好的，一切都跟以前一样。那就好，看来她只是妒恨本宫，你以后不要招惹她，她现在不是以前那么好欺负了。旭儿过来的时候，看见五皇子又去了后院，应该是去找姐姐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小五又来了？他们两个沆瀣一气，指不定又出什么鬼点子来整本宫。苏云挣扎着想起来，又重重地摔回了床上。殿下，旭儿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无事，你先回去吧，让剑影进来。剑影领命，他好为难呀。五皇子会听他的吗？来到清离院，发现战王爷也在。江青离看见剑影来了，竟然热情地招呼他吃肉。属下谢谢太子妃，属下就不吃了，可以带点回去给殿下吃吗？他都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。好的好的，多带些回去，你们两个一块吃。狗男人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空着肚子吃烤肉，撑死你才好呢。剑影受宠若惊，端着装肉的盘子，感觉自己像在做梦。殿下，太子妃听说您好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，让属下带了烤肉回来，您尝尝。他让你带回来的？苏云表示不信，那个女人恨不得气死他。啊，是的，还特意多带的，让属下也尝尝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让你多吃点，早点好起来，太子府不能没有您。他会说这种话？本宫才不信。殿下，其实太子妃人挺好的，只是您不喜欢她，才觉得她哪里都不好。行，本宫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与他计较。拿筷子去。他也饿了。
闻着肉味儿也想吃，二人就把一大盘子肉吃了个精光。这一顿终于吃饱了，竟然没吃吐。结果躺下不大一会儿，就觉得胃里堵得难受。剑影听见动静进来查看，见太子这么难受，只能又让人去找大夫。本宫让你把五皇子赶走，他走了吗？唉，殿下还是想起这事儿了，还以为过去了呢。属下去的时候，战王爷也在。太子妃对属下那么热情，就没好意思说。也就是说，今日的烤肉是为他们两个做的？殿下好意思问，他都不好意思回答。苏云身体恢复了之后，上朝的第一件事情，父皇，二皇帝年纪已经不小了，趁着他现在留在京城，该给他娶王妃了。太子说得对，这事儿得让你母后好好操办。皇子选妃不只要身份尊贵，还要德心兼备，需要好好斟酌。是苏林最先知道的消息，就跑去告诉了苏战。父皇曾经答应过我，妻子让我自己选，怎么忽然让母后张罗此事了？是大皇兄在早朝上提议的，父皇就答应了。你不知道，那些大臣一听你要选妃，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巴不得他们家闺女被你选上。看来大皇兄是故意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以后尽量少去见青离。他父皇母后根本不知道大皇兄和江青离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若是让他们知道，就不会乱点鸳鸯谱了。皇后忙着张罗宫宴，宴请京中的适龄贵女，而江青离已经大度的给苏云弄回来了2个美妾，人是花楼里买回去的，而且生得妩媚妖娆，都是按照柳絮的样貌挑的。如今他的把柄被江青离握在手里，也不敢多说话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云与那2个小妾同房。江青离还以为苏云能拒绝一下呢，切，还以为他对柳絮多么深情呢，也不怕柳絮吃醋小产。果然啊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柳絮忐忑了这么久，也终于找到打掉孩子的理由了。江青离安排在芳妃院的人，第一时间就来禀报了，柳侧妃已经服用了打胎药。太好了，正愁找不到理由讹他的钱呢，真是困了就有人送枕头。柳絮是打算悄悄地打掉腹中的孩子，到时候太医也查不出来流产的原因。结果孩子刚刚打掉，江青离就来了。太子妃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话说的，我又来了。我来了很多次吗？姐姐有什么吩咐？唉，苏云是个不靠谱的，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。我作为当家主母，来看看太子府的子嗣。谢谢姐姐关心，我很好。来都来了，给他把脉，竟然连大夫都带了，岂不是就会发现他是喝了堕胎药流产的？太子妃，柳絮知错，还请您放过我吧。把脉，我要结果。柳絮不敢反抗，大夫把完了脉，禀报江青离，柳侧妃已经服用了堕胎药而导致流产。柳絮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别作妖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太子妃明知故问。你说我要是把你故意打掉孩子的事情告诉苏云，他会怎么想？你会吗？你说呢？说吧，这次要多少？柳妹妹就是聪明，10万两不议价。你胃口真大。不大不大，我只要钱，不要人。好，我给你，只要太子妃永远不要把我的事情捅出去就行。你尽管放心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银子到位，我会为你的通奸之路保驾护航。该死的江青离就是故意的。你能保证其他人不传出去吗？我的人我能保证，你的人我可保不了。好，3天时间。 OK， 我等着。江青离心情倍儿爽，就连走路都带风。哎呀娘啊，这柳絮简直就是棵摇钱树啊，可得让他好好活着。必须好好活着。岁月，你去库房，什么人参燕窝、虎皮鹿鞭，给柳絮送过去，让他好好保养身体，一定要长命百岁。小姐，保养身子用不到虎皮鹿鞭。怎么用不到？虎皮铺着暖身子呀，不能让柳侧妃身子受凉。鹿鞭嘛，当然是给他男人用了，他对男人需求那么大，应该需要鹿鞭。好吧，奴婢知道了。小姐这是要好好供养柳絮呀，养肥了才有油水捞。哎呀，多好的盟友呀！狗男人，谁爱要谁要，他才不稀罕呢。大夫回了清离院，回太子妃，柳侧妃应该不是第一次流产了，她的身体已经受损严重，再怀孕的几率
很小。不是第一次，没听说柳侧妃流产呀？难道是以前就跟柳洛有过孩子？柳絮要是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流掉他。大夫不语，这光鲜亮丽的太子府竟然还有这种迷信。这事儿除了王爷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太子妃放心，王爷已经交代过了。剑锋把人送了回去。当苏云知道柳絮小产的时候，事情已经过去了5天。柳絮哭得梨花带雨，诉说着苏云的无情无义。不是的，本宫不是故意的，本宫也没想到会这样啊。雪儿，对不起，不要伤心了，咱们还会有孩子的，还会有的。本宫哪里也不去了，以后会天天陪着你。殿下不能骗人家。不会，本宫爱的只有雪儿。事情就这么简单的接过了。皇后最近忙得可不轻。母后急召儿子入宫，发生了何事？喏，你父皇让我操持你的婚事，我让你来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你看看这些女子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是娶一个正妃，还是和你大皇兄那样，连侧妃一块儿娶了？儿臣一个都不想娶。你也不小了，在军中这么多年，如今回了京城，趁这个机会把终身大事办了。边关不知何时又需要你，若是离开，又不知何时回来。母后，儿臣不喜欢女子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想娶，不可乱说。母后，儿臣没有乱说，是真的不喜欢女子，不要祸害了好人家的姑娘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你是骗母后的对吧？你告诉母后，你只是不想娶媳妇儿，母后不为难你。等你什么时候想娶了，咱就什么时候娶。母后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儿臣不想娶，一个也不想娶。母后不用难过，还有几个皇帝呢，给他们安排上就是了。您不想让儿子不喜欢女子的事情传出去，就说儿臣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战儿，母后不逼你，你也不能真的不娶媳妇儿呀。皇后还是不信自己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的儿子会不正常。或许以后会改变的。苏战接触时间最长的女子就是江青离，其他女子都不了解，她可不想娶回来过青离和大皇兄那样的日子。苏云牵着柳絮的手，江青离懒得搭理这对傻逼，迅速的自己上了车，吩咐车夫赶紧走。太子妃，太子和柳侧妃还没来呢，他们会另外安排马车，咱们先走。是。苏云和柳絮出来时，只看见拐角的车尾。苏云进了宫，气还没消。太子哥哥，不要打我，灵儿哪里又做错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所有人都吃惊不小。太子平时还殴打太子妃。江青离，你是故意的，本宫。被反应过来的柳絮一把拉住。殿下，冷静，冷静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要打也是回家藏着打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我跑得快。江青离这个丑八怪，死胖子，回去有他好看。皇后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人禀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众人行了礼，才发现苏战没来。小五，不是让你去把你二皇兄找来吗？人呢？回母后，二皇兄说他讨厌胭脂味，不想参加这种场合。好吧，回头本宫再找他谈。贵女们都知道今日这次宴会是为了几位皇子选妃。苏战虽然没来，3皇子苏越、4皇子苏轩虽然不如战王优秀，但好歹也是皇子。3皇兄、4皇兄，你们看上哪家小姐了？要主动跟母后说出来哦，要不然指错人了，就和大皇兄和黎妹妹似的，可就不好了。苏云差点又吐出来，这个苏小五怎么老跟他过不去？小五，你有喜欢的吗？我不急，几位皇兄都成亲了再说。若是喜欢，可以先定一个。他们都太瘦了，我不喜欢。臭小五，果然目的不纯。难道5皇子喜欢江青离？只要抓住他们2人的把柄，他岂不是就不用受制于江青离了？离儿最近瘦了好多，减肥成功了呢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母后，瘦了不关太子哥哥的事儿。太子哥哥已经很久没打我了。他什么时候说瘦了跟太子有关了？太子为什么打你？是柳妹妹挑拨离间，她说我要杀了他，然后太子哥哥就打我，差点把我打死。天哪，太子差点把太子妃打死。母后，你不要听江青离胡说八道。太子哥哥不喜欢我，他嫌弃我胖，天天让我去死。你胡说，本宫哪里天天让你死，只是偶尔。那是因为你只是偶尔看见我。就是，大皇兄从来都不去看黎妹妹，黎妹妹主动去看你，你还让她去死，太过分了。都住口！小五，这是你大皇兄的家事，你不要插手。是母后，儿臣知错。柳侧妃，青离说的可是真的？是你挑拨的太子，让太子对青离动手？皇后娘娘确实一时糊涂，已经知道错了。太子妃姐姐已经原谅我了。离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已经原谅他们了？
皇后还真是会和稀泥啊！柳絮只说原谅她了，又没说太子。皇后就是想让我承认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既然已经原谅了，就不能再追究了。母后，太子哥哥动手也是一时冲动，丽儿没事的，只要他以后不打我就行了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母后会补偿你的。谢谢母后。哇塞，好像有钱拿。苏云心疼的把柳絮拉起来，揽在怀里。宴会结束，三皇子和四皇子各自定了一门亲事，江青离也没有白来。皇后补偿了他一堆首饰。苏云在他身后血压飙升，一掌拍向了这令人讨厌的死胖子，顺着那掌风的力道就飞了出去，首饰盒子也扔出去了。远处看见的人都吓傻了。柳絮惊呆了的同时，却也暗暗窃喜，若是江青离死了就好了。小姐，可怜的小姐，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救我家小姐！剑锋也傻眼了。太子妃叮嘱他不让剑锋出手阻拦。太子妃，您的脸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胸有点疼。这话能说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别急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赶紧去找太医啊！剑锋，你死了吗？你跟着剑能让林妹妹受伤？苏林抱起江青离就去了附近的宫殿，并且让人传了太医过来。苏云打完了人，也有些后悔了。殿下，您太冲动了，咱们过去看看吧，万一姐姐有事怎么办？他才反应过来，应该过去看看。苏林火冒到了头顶。大皇兄，你太过分了！林妹妹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要让你置她于死地！忽然觉得江青离比他混得好。这次确实是本宫冲动了，一句冲动就完了吧？我要去告诉父皇，让他为林妹妹主持公道。小我不要去，父皇日理万机，不要去打扰他了。你是害怕父皇惩罚你吧？林妹妹不能白挨打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那也等太医来了，看看结果再说。好，要是林妹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和你绝交。你这个时候再争论别的也没有意义。柳絮发现太子情况不对，扶着他找了椅子坐下。太医，你过来先看看太子殿下，他好像病得很重。先给太子妃诊治。苏林一把拎过来太医，太医眯着眼睛细细的把脉。江青离也学着他的样子，眯着眼睛看着他。太子妃，您醒了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林妹妹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我的腰啊，哎呦，我的腿啊，我的脖领盖啊，哎呦，我的胳膊肘啊，哎，哪里都疼。太医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没有，太子妃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。可是，我为什么浑身难受啊？你被大皇兄打飞了出去，肯定是摔坏了，才浑身疼。可是太子哥哥为什么又打我呢？我这次没有和刘侧妃起冲突呀。林妹妹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去禀告父皇，让父皇狠狠惩罚大皇兄。江青离闭上眼睛，一副被心爱之人打了伤心难过的模样。太医，你快给太子妃开药，让她快点好起来。是，五皇子。太医写药方，剑锋去抓药，随月陪着江青离，苏丽就走了。太医给江青离开完了药，又给他把脉，这一把吓了一大跳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是心急，发病时胸闷气短，不可忽视啊。心急，本宫不知，可好治？老臣这就开药方，您回去好好喝药，千万记住了，不能生气，不能熬夜，不能劳累。难怪最近动不动就会胸闷气短。太子殿下，您这心急一定要好好的医治，千万不能大意了。本宫以前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得了心急？回殿下，心急分两种，一种是生来就有的，一种是后天得的。至于原因也有很多，譬如大喜大悲、大惊大怒、熬夜上火，都有可能导致心急发作。本宫知道了，会注意的。让静养跟着你去抓药吧。江青离在里间把太医的话听得是一清二楚。苏小五的办事效率很高，时间不长，皇帝身边的刘公公就来了，带了皇上口谕，让苏云去御书房见他。刘公公，太子殿下身体不适，刚刚服了太医的药，需要躺着休息，能不能晚些去？太子殿下身体不适，难道不是太子妃身体不适吗？不是，本宫跟刘公公走一趟吧，旭儿自己先回去。殿下，要不您等尹健回来陪着您吧。剑影去药膳房抓药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儿臣见过父皇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父皇，太医说儿臣这是心急，需要休息。你什么时候得了心急？回父皇，太子府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儿臣有些着急上火，
睡不好觉，心情不佳，所以身体才会出现故障。太医说只要好生调养，并无大碍。小五说你打了太子妃，又是为何呀？而且还不止一次了。回父皇，儿臣一时冲动，还请父皇责罚。一时冲动还得有个原因吧？太子妃做了什么事儿，能让你如此冲动？还有一国储君的风范吗？都是儿臣的错。你回去跟李丫头好好道个歉，让她原谅你。江青离又得了皇帝一堆赏赐，他也不好意思再提其他要求了，天天早起晚眠的跟着剑锋练功，休息的时间撸撸猫玩，只要别人不打扰他，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。3个女人一台戏，苏云的小妾和柳絮发生了冲突，哭哭啼啼的来找江青离告状。他自己动手打你，你就偷着乐吧，我还是他怂恿太子动手打的呢，不也白打了吗？哎呀，回去吧，惹不起就躲着点儿。你看看我这不就躲到这儿来了吗？可是太子妃，太子府不是您在掌家吗？我只管钱，凡是跟钱有关的事儿归我管，其他的不管。奴婢打扰太子妃了，奴婢告退。这种事情你得去找太子，太子会帮你的啊！去吧，别人气死他，应该怪不到自己头上吧？听说太子罚了柳絮禁足，还好几天没去找他。后来又听说还惩罚了一个小妾掌嘴。小姐，您知道他说错什么了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太子耳根子软，听柳侧妃的挑拨才对您动的手。柳侧妃就是个狐妹子，魅惑的太子殿下宠妾灭妻。没说错呀，怎么还挨打了呢？殿下最讨厌别人说他宠妾灭妻。切，宠妾灭妻的这么明显，难道还不让人说？江青离的身子越来越瘦，功夫也越来越高。太子妃，属下甘拜下风。哎，别呀，你怎么能甘拜下风呢？小五哥说了，你可是那内侍卫中武功最高的，只要我打败了你，就天下无敌了。太子妃，这话不对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属下又不是天下第一，王爷比属下厉害多了，要不您去找他切磋。哎，战哥哥太忙了，我怕耽误他的正事儿。王爷每天也有习武的时间，要不咱们就那个时间去。哎，行啊，明天开始安排上。苏战再见到江青离是时隔1个月，这丫头又瘦了好多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战哥哥，我来拜你为师。不是有剑锋天天陪着你吗？剑锋已经被我打败了。哦，这么厉害？剑锋脸色尴尬。那当然了，我自小习武，只是后来太胖耽搁了些。我这么聪明，肯定很快青出于蓝胜于蓝的。女孩子习武能防身就行，实在没必要太辛苦。哎呀，反正我也无聊，别人家的女人相夫教子，我也没有夫也没有子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锻炼身体减肥了。我要瘦成一道闪电，闪下一群人的狗眼。青离现在的样子挺好的。战哥哥教我武功，我每天给战哥哥做饭吃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本王就有口福了。苏战每日都早上起来练一会儿功夫，本以为江青离不过是3天热度，他犹如那坚韧不拔的翠竹，一连1个月1天都没耽误。哎，王爷最近心情不错呀，眉眼都带着笑。是啊，认识王爷这么久了，还是头一次看见王爷这么开心呢。哎，你们说王爷是不是有喜事了？哎，什么喜事啊？王爷要成亲了吗？有可能啊，上次皇后娘娘办的选妃宴，3皇子4皇子都选到了妃子，只有咱们王爷还没有，或许现在有了呢。哎，是谁啊？男人也有八卦的时候，如今1个多月没见到江青离了，苏云心里忽然十分好奇。太子妃最近在干什么？回殿下，属下听说他最近早出晚归，不知道出去干什么。他敢早出晚归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。殿下，太子府的规矩现在都是太子妃说了算，您就别生气了。太医说了，您的身体不宜生气。堂堂太子妃天天往外跑，成何体统？你去告诉门房，明日不许他出门。殿下，您跟太子妃就不能互不打扰吗？既然2开2生宴，就各自安好呗，瞎折腾什么呀？太子妃最近没来气你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本宫是太子，她是太子妃，我们是夫妻，怎么可能互不打扰？那你以前看到太子妃就往外赶，怎么没有想过你们是夫妻啊？怎么还不去？哎，殿下，属下倒觉得，只要太子妃没有做什么损害太子府的事情，就不要去招惹她了。你难道忘了吃馒头就咸菜的日子了吗？这最近又吃得太饱了吧？
你是谁的人？属下是殿下的人，属下这就去通知门房。剑影转身出了房间。剑影大人，太子当初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说，以后太子府大小事务由太子妃说了算，这事儿咱们还得听太子妃的。你们就象征性的拦一下嘛，拦不住就拉倒。哦，小的明白了。苏云看着厨房送过来的白粥和馒头，这又是死胖子交代的。回殿下，太子妃说了，您吃的太好就会管闲事，还是吃的清淡一些的好。混账东西，欺人太甚！太子殿下，这是太子妃交代的。太子妃还说，他还说什么？殿下饶命，殿下饶命！太子妃说，您若是有意见，就去茅厕里提。苏云听到茅厕二字，瞬间浑身僵硬，他怒气冲冲地去了清离院。江青离，给本宫滚出来！也没等有人给他开门，就一脚将院门踹开。江青离，你这个死胖子，出吧！怪。当看清楚江青离的脸时，站在院子里的女子身姿挺拔，高挑匀称，一身劲装得体地穿在她身上，这就是她嘴里刚刚还在骂的死胖子。江青离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丑死！殿下这是故意找茬呢。太子妃明明这么好看。大皇兄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就不能消停的过日子吗？小五，你怎么又在这里？你知不知道礼义廉耻？江青离是你皇嫂。我自然知道她的身份，是你不知道吧？你知道还来找她，就不怕人说三道四吗？真搞笑！我来看一看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会怕被人说三道四？倒是大皇兄你都宠妾灭妻了，还有脸叫嚣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苏小五，你敢这么跟本宫说话？大皇兄，想让人尊重，就别做出那些猪狗不如的事情。你说本宫猪狗不如？苏林，你放肆！挥手对着苏林就是一拳，江青离一把推开苏林，迅速往前几步走到他面前，抬脚就是一腿，飞出去的不是苏林，而是挥手打人的太子。殿下，您一把拉起苏林，转身便进了房间。随月看着剑影惊慌失措地把人抱起来，随月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打听消息去了，留下一脸懵逼的剑锋在院子里思考人生。李妹妹，你把他打晕了，不怕他过后找你麻烦？哼，他还敢来，我还揍他。知道自己的实力了，就更加不怕他了。你不是很怕他吗？以前怕他，现在战哥哥教我武功，我就不怕他了。二皇兄教你武功了吗？对呀，厉害吧？他是不是帮你打通经脉了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。那你那一脚的威力怎么那么大？你是不是用了内力？我吃的多，天生力气大。不对，肯定二皇兄帮你了。我也得去找他帮我打通经脉。今日幸好有你，要不然被打飞出去的就是我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我？我最近交了几个京城的朋友，和他们一起参加诗会去了。好玩吗？挺好玩的，能交到许多好朋友。小五哥，你不会恋爱了吧？哎呦，什么恋爱呀？李妹妹别胡说，我那是欣赏。哦，明白了，欣赏人家的才华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样的。行吧，你说欣赏就是欣赏，等我有时间也去看看你们的诗会是什么样子。苏云比江青离扛揍，昏迷了没多久，不大一会儿就醒过来了。江青离，他竟然敢对本宫动手，该死的女人！本宫要……殿下，您别动怒啊，大夫让您好好休息，您断了2根肋骨。殿下，咱们以后跟太子妃井水不犯河水吧，您和她犯冲。不行，本宫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谁家的妻子敢对夫君动手动脚？殿下，您不也对太子妃动手了吗？就当扯平了吧。您还动了2次呢，您赚了。就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太子殿下也太欺负人了。本宫动手，但不是有原因的吗？太子妃动脚难道就没有原因吗？不是因为您要打五皇子吗？这货分明在鄙夷他。殿下，咱们就不要较真了，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？本宫咽不下这口气，他都没有受伤，本宫却断了肋骨，他竟然为了小五而伤我，太过分了。那你不也是为了柳侧妃伤太子妃吗？挺公平的。随月把消息打听回来了，太子殿下被小姐一脚踢断了2根肋骨。柳絮听说后直接吓麻了，他正愁找不到江青离和五皇子的把柄呢，这次不就是好机会吗？殿下，雀儿听说你受伤了，好心疼。本宫无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你这几天好好待在院里，不要去招惹他。殿下，雀儿听说姐姐是为了五皇子才对殿下动手的，
姐姐也真是的，殿下才是他的夫君，怎么能为一个外人对您动手呢？苏云本来就对他们二人有所怀疑，殿下也别太生气了，姐姐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不会是真的在意五皇子的。姐姐和五皇子自幼相识，那是青梅竹马的交情，自然不是普通的朋友之情。不要说了，你回去吧。是，殿下好好养伤，旭儿就不在这里打扰您了。柳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装模作样的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，回了芳菲院。苏云躺在床上，回想江青离的模样，她怎么变得那么好看了呢？和小五站在一起，竟然那么般配。苏小五已经跑去找苏战了。二皇兄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，你都帮黎妹妹了，我还是你亲弟弟呢。青离每天都会给本王做饭，你会做什么？我也不会做饭呀。什么都不想付出，就想本王帮你，本王欠你的吗？可是你是我皇兄啊，长兄如父。我不是你长兄，你找错人了。身后的剑雨看着自家主子那生无可恋的小表情，主子，对不起，是属下的失职，才差点让太子殿下打到您，还得让太子妃救您。五皇子要不是看见太子妃出脚那么利索，估计也不会如此难过了。你会不会劝人呀？你说说，小爷有什么优点和本事？说出来让爷高兴一下。主子心地善良，嫉恶如仇，乐善好施。好吧，算是优点。本事呢？主子还孝顺，每次都能哄得贤妃娘娘和太后娘娘开心。然后再也没有下文了。你觉得我擅长什么？主子擅长游山玩水，主子还擅长品尝美食，主子还擅长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还是回家读书去吧。他就不信，他努力读书就做不出首好诗来。江青离从战王府回来，刚刚到了太子府门口，就看见一个小丫鬟在那里等他。大小姐，奴婢是芝兰，二小姐太可怜了，求求您去救救她吧。是江青言的陪嫁丫鬟，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。二小姐被人陷害，与男人私通，被侯夫人关在房里，奴婢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求求大小姐去救救二小姐。与人私通，捉奸在床了吗？是的，不是，那男人是自己进去的，二小姐根本不认识他，他非说是二小姐让他进去的。那你去哪里了？奴婢去厨房给二小姐拿点心，被人打晕了，醒来的时候二小姐就出事了。哼，这个方如舟比苏云还不是人啊，妻子还怀着他的孩子，还这么玩，太不是玩意儿了。反正也无聊，看看去。一行人还没走几步，就看见对面过来几个家丁。大小姐，他们肯定是发现奴婢偷跑出来了，来抓奴婢的。不用害怕，剑锋搞定他们。剑锋领命上前，几个人已经发现了兰芝。小贱人，你竟敢偷跑出来告状，是不想？那人话还没说完，滚！吓得他们转身就跑，回去报信儿去了。你说说，江青言在侯府过得如何？一点也不好，侯府的人都阴阳怪气，两面三刀，世子有小气，经常仗着世子的宠爱欺负二小姐。阴阳怪气，两面三刀，那不是二妹妹的专利吗？他们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呀！兰芝低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江青离出门从来不坐马车，所以几个人也是徒步来的侯府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太子妃已经到大门口了，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让他进来，去告诉江青言，若是不好好说话，这侯府他也不用待了。侯夫人一脸平静地接待了江青离。臣妇有礼了，不知太子妃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夫人不用客气，我不请自来，给夫人添麻烦了。装模作样，就像她不会似的。没想到瘦下来的江青离这么好看。太子妃近日来可是听说了什么风言风语？没有，兰芝说二妹妹想我了，就过来看看她。哎，二妹妹怎么还没过来呢？已经让人去请了。太子妃稍等片刻，言儿怀有身孕，行动难免迟缓了些。太子妃请用茶。不用了，我从来不在别人家吃东西，这是习惯。侯夫人尴尬地陪着她坐着，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江青言才姗姗来迟。芝兰，还不快扶世子夫人过来坐下，没有眼力劲儿的东西。姐姐，谢谢你能来看我。看样子二妹妹过得不太好啊。太子妃，你有所不知，言儿有了身孕，胃口不好，吃不下东西，所以才这么憔悴，是不是啊，言儿？是啊，我已经2天都没有吃饭了。哼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怀孕了2天不吃饭的。
这大人没有饿死，孩子也应该快要死了吧？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群狗奴才！世子妃没有食欲，就不好好伺候了吗？言儿放心，母亲会让人好好处置他们的。江青离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热闹。江青言若是求救，他就帮忙；若是还在维护他这个可笑的婚姻，那么自己就放手不管他。姐姐，求你帮帮我！说来听听。言儿，你可是世子夫人，可不能乱说话。他们诬陷我与人私通，把我关起来，不给我饭吃，两只找人理论，还要被打。江青言，与人私通这种事，你还好意思说出来？你以为太子妃是你姐姐，就能颠倒黑白护着你了吗？你打算让我怎么帮你？我也不知道，姐姐肯定有办法的。我是有办法，既然他们说你与人私通，那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什么原因？世子爷不行，伺候不了你，你才偷偷找男人的。可我没有偷偷找男人，是他们陷害我。谁陷害你了？那男人明明说就是你让他来的，你怀着孕都不安分，怎么好意思让太子妃帮你？我来了这么久了，我那世子妹夫怎么没出现呢？太子妃，周儿今日不在府中，她出去了。不在家没关系，我随时可以让他不行啊！我会让母亲安排2个侍卫保护你，日子还得你自己过，我只管你这一次。剑锋，去看看世子回来没有，若是回来了，就过来一趟。侯夫人说方如舟不在府中时，言辞闪烁，有些心虚。果然不大一会儿，方如舟就被带到了大厅。你是江青离？放肆！太子妃的名讳也是你一个小小的世子能叫的。没关系，我并不在意，取名字就是让人称呼的嘛。不过我最讨厌的是明明是男人，做的却不是男人的事儿。方如舟，你觉得那样讨不讨厌？方如舟有些心虚，看了一眼江青言，怎么变得这么憔悴？莫非受虐待了？世子有没有话要对你的夫人说？他看了一眼他母亲。周儿，想说什么就说，不用害怕。江青言与人私通，即便是太子妃，也不能维护一个娼妇。江青言耐不住寂寞，与男人私通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确实是他不甘寂寞，那人已经承认了。方如舟，你们太恶心了，我瞎了眼了，竟然看上你这么个狗东西。侯府确实挺恶心人的，你也确实不配做男人。走到方如舟面前，这个女人这么好看，太子竟然不喜欢她，为什么呢？他也只是考虑了一瞬，就被江青离一脚给踢飞了出去。剑锋一哆嗦，太子妃是越来越狠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太子妃仗势欺人，把我儿打死了，天理何在呀！姐姐，他不会死了吧？心疼了？不，我怕给姐姐惹麻烦。算你有点良心，就算他不死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唯一的血脉了。记住了，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江青言在兰芝的搀扶下走到院子里，来人，把世子爷抬回房间，再去把大夫请来。今日让姐姐看笑话了，改日妹妹亲自登门看望姐姐。看来他说的话，江青言听进去了，带着剑锋随月往外走。江青离，你不许走！你把我儿打成这样，别想善了！说是夫人觉得冤枉，就去大理寺告我，我等着。江青离头也没回，就离开了永安侯府。太子妃，您就不怕这一脚直接让方如舟见了阎王？你有那么厉害吗？您有。这么说，方如舟不一定能醒过来。原来他对自己的那一脚的威力根本没有定义。说是他真死了，我是不是得坐牢啊？如果他家人不追究，应该不需要。哎，听天由命吧，人已经打完了，又不能收回来。再说了，他们母子也太恶心人了，不揍他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。是的，属下都想揍他。奴婢也想揍他。永安侯府里，方如舟被安置在床上。大夫，我儿怎么样了？为什么这么久还没醒过来？回夫人，世子摔到了脑袋，所以昏迷的久了一点。这个该死的江青离，他竟然如此野蛮！母亲慎言，姐姐是太子妃，是太后娘娘最喜爱的人，不是你可以编排的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男人都晕了，你还在这里吃东西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我本来有过，被你们折腾没了。母亲年纪大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夫君我会亲自照料，以后若是无事，就不要老往儿子房间里跑，免得被人说闲话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这个当娘的来看看儿子，怎么会有人说闲话？
公爹常年留宿在姨娘房中，母亲难免会寂寞难耐。世子爷长得又那么像公爹，谁知道呢？你个贱人，敢这么说我撕了你个娼妇！夫人，我家小姐还怀着孩子呢，你不想要孙子了吗？你个贱婢，竟敢冲撞本夫人！来，母亲不要闹了，世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呢。哎呦喂，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？摊上你这么个扫把星，若是我儿有三长两短，江家也别想好过。来人，夫人受了刺激，有疯癫之象，把她送回她自己的房间，好好看着。进来2个婆子，把侯夫人拉走了。婆媳2人的争执吓坏了给方如舟看病的老大夫。大夫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世子死不了吧？回世子夫人，世子没有性命之忧，只是不用顾虑，想说什么就说。世子伤到了根本，怕是以后不能再有子嗣了。真好，好的不得了啊！烦请大夫开药治一治他的脑子。是夫人。永安侯听说出事儿了，匆匆过来查看。奸妇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公爹放心，世子无事，大夫说只是昏迷，很快就能醒过来。阮姨娘已经备好了酒菜，就等着公爹过去呢。阮姨娘的儿子排行2，各方面都比方如舟强。果然，永安侯听他说阮姨娘，没有再责怪他，转身出了房间。江青离说话算数，让江夫人安排了2个侍卫过去，顺利的住进了江青言的院子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又给他们张罗婚礼。小姐，按照规矩，太子府应该给2位皇子送贺礼。看看礼单，我成亲的时候他们送的什么，照着差不多的东西送过去就是了。是，你看看院子里的人哪个顺眼，提拔一个，帮你处理这些琐事儿，不用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去干。太子妃，属下也可以帮忙。2人正说话，剑影出现在门外。太子妃，太子殿下让您准备一下，明日和你一起去宫中观礼。以后这种事情不用来告诉我，让太子和柳絮一起去就行了。和他们坐一辆马车，都觉得空气是脏的。太子妃，柳侧妃身体不适，殿下要和您一块走。他的肋巴条子不疼了是不是？犯什么贱呀？你回去告诉他，要想好好过日子，就别来恶心我。以前什么样，继续保持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唉，他就觉得太子妃不会给面子。苏云被踢的地方已经不疼了，他想起江青离踢他时的英姿飒爽，心里竟然有些雀跃。他答应了吗？没有。他怎么说的？太子妃说让殿下别去打扰他，以前什么样，以后就保持什么样就挺好的。他是打算这辈子不与本宫有交集了吗？殿下，这还不是您自己造成的吗？本宫这不是已经在服软了吗？他踢伤了我，我都没有计较，他还想怎么样？殿下，您别生气，这事儿得慢慢来，不能急。也是，她是女人，本宫不与她一般见识。等进了宫，再找机会跟他好好说话。夫妻俩进宫没一块儿，苏云就没看见江青离，心不在焉的，直到婚礼结束也没看见江青离的影子。他是幕后策划，当然要一直在暗处盯着。苏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。皇后真是辛苦了，这些都是青离的功劳，这主意都是他出的。黎丫头真是长大了，很好，赏。江青离又得了一大堆值钱的好东西。哇，李妹妹，你脑子怎么长的？怎么想出来这些好主意？日后你成婚也交给我策划，保证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李妹妹，小五哥会给你包一个大红包。哎，对呀，以后谁家需要自己策划婚礼，可以收费，还能有笔不小的收入，明码标价，就这么定了。李妹妹，你家那个刘小三怎么没来？大皇兄一个人在喝闷酒哎。谁知道呢？失宠了吧？他失宠了？那大皇兄对你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你别恶心我，我又不是屎壳郎，屎壳郎才喜欢吃屎呢。大皇兄虽然挺不是个东西的，如果他真心悔过，李妹妹也不打算原谅他吗？你若再提这事儿，我和你绝交。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李妹妹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忙？你劝劝二皇兄，让他教教我武功呗。他是你哥哥，你让我劝他。他重色轻弟弟，根本不想教我。苏战重色，谁是色？李妹妹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姿色吧？二皇兄看他的眼神，我都感觉到腻了。哎，快说，战哥哥有喜欢的女人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李妹妹，你不是装的吧？我装什么？你说的是我？整天胡说八道，
难怪战哥哥不待见你。那你说他为什么教你不教我？你别说你会做饭，二皇兄又不缺你那顿饭。可能是我长得比你可爱吧。哼，还不是重色亲兄弟。带着丰厚的礼物出宫，发现苏云正在宫门口等他。江青离，你一整天跑哪儿去了？连个面都没露。滚远点，别恶心我。江青离连个眼神都没给他，转身上了自己的马车，马鞭一甩，马儿抬腿就跑，激起一地尘土。江青离，殿下，您以前就是这么对待太子妃的。你和谁是一伙的？他说的可全都是实话，怎么又错了？苏云识趣的没有去招惹江青离。千峰，你去打听一下五皇子说的诗会是怎么回事，咱们抽空也去凑凑热闹。还有那个他一心向往的才女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。然后江青离便和随月一块回了将军府。离儿，太子殿下还不愿意陪你一起回来吗？咱娘俩说些体己话，他来不是多余吗？离儿，你已经嫁到太子府快2年了，太子如今还没有子嗣，你要抓紧时间。哦，知道了。娘，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都要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已经写信回来了，信上说皇上答应他回来看看，过了年再回去。大哥二哥也会回来吗？他们一起回来。江夫人不知道闺女心里的弯弯绕绕，总觉得她变美了，太子肯定会喜欢。离儿，以前是娘的错，只教你要为人大度和善，让你一味的忍让。日后若是那刘侧妃再找你的麻烦，不用让着她，该打回去就打回去。亲娘啊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要打回去的时候，才被苏云把你闺女拍死了。知道了，娘。现在你女儿我管家，他们都不敢造次。那就好，若是再生下嫡子，你的地位就稳如磐石了。江青离在娘家蹭了一顿饭的功夫，剑锋也把苏林的事儿打听清楚了。五皇子常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天上人间的茶楼，有一些文人雅士会一边喝茶一边吟诗。最近顾十郎家的千金表现比较高调，她的诗文不错，许多年轻的贵公子对她都特别崇拜，包括五皇子。哦，原来小五哥是做舔狗去了。太子妃，咱们要去吗？哎，你先说说那个顾家小姐长得怎么样，漂亮吗？应该算是漂亮的，不过比太子妃差了点。你真会说话。属下说的是实话。第二日换了衣服就去了天上人间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您里面请。听说最近有人在这里作诗，可是真的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小姐，您楼上雅间请，他们在大堂里，您坐在房间里就能看到。几个人跟着小二进了雅间，茶楼里陆陆续续的来了一些年轻的公子小姐。苏林来的还挺早，进了大堂就找了张桌子坐下。顾嫣嫣出现的时候，一群年轻人就跟炸了一样的围上去，这就是他们崇拜的偶像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顾小姐，我们都等了你好久了。是啊，顾小姐，你的诗我都记下来了，早晚赏读。顾小姐，你今天要做什么诗呢？哎呀娘啊，一个个的太舔狗了。顾小姐，你尝尝这些蜜饯，这可是宫里的好东西啊。这个苏小五脑袋被门挤了吗？顾小姐今日要做什么诗？顾小姐随便来一首都能艳压群芳。是啊是啊，顾小姐文采飞扬，可不是凡人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好诗，好诗啊！我要把它记下来。顾小姐出口成诗，好了不起啊！顾小姐，你是我的偶像。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穿越女。不知道书中后面还有个穿越女啊！他非常看不惯这个女人的做派。楼上传来鼓掌声。李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让小五哥跪舔的是个什么样的才女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嘛。哎，这人是谁呀？怎么没有见过？就是敢说顾小姐的诗不好，太不自量力了。黎妹妹又不会作诗，怎么会知道诗好不好？请问这位夫人，我的诗哪里不好？还请指点一二。诗是好诗，可是意境不对呀。作诗不应该是身在其中，有感而发吗？那就请顾小姐以现场场景为题做一首吧。这人是谁呀？这么讨厌，故意拆他的台。顾小姐，你看看他们多么热情啊，给他们做一首吧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哎，这是怎么说话的？你既然出口成章，这点事情能难住你吗？还是说你的诗都是别人替你写的，你根本不会作诗？你胡说，这就是我自己写的。那你就即兴再来一首啊！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是不会了吧？还不如我这个读了没几年书的。听着，我送你们一首：只要顾嫣嫣出现，一群脑残围着转；只要顾嫣嫣招手，一群脑残跟着走。天上下雨地上流，顾嫣嫣摔个大跟头。大家
他觉得怎么样？应景不？被他说成脑残的大伙儿确实挺应景的。最后，顾嫣嫣抹着眼泪离开了茶楼，就连苏小五都一脸不满地看着他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那个姓顾的分明就是瞧不起你，你还想护着他不成？青离，大家都挺喜欢他的，你这样等于和大伙作对。一群脑残，值得我跟他们作对？你看看他们那个舔狗样，你还是皇子呢，丢人现眼。我哪里丢人了？不就是送我盘蜜钱吗？你问问他们，你丢不丢人？随月和剑锋不约而同的点头。我就是觉得他会作诗，崇拜他而已。那些诗不是他写的，是他背诵别人的。你看不出来他根本不会作诗吗？就是五皇子，他连我们家小姐都不如，我们家小姐做的还挺好的呢。苏小五不说话，他觉得江青离就是故意针对顾嫣嫣，榆木脑袋，你没救了。江青离在茶楼让顾嫣嫣难堪的事情很快被传了出去，说他自己不会作诗，就嫉妒别人。他正在房间里背写唐诗，到时候散发出去，好让顾嫣嫣打脸。江青离，你给本宫滚出来！房门打开，砚台夹着劲风迎面而来。你这个疯女人，在府中发疯也就罢了，还在外面丢人现眼，你就不能收敛点吗？苏云，咱俩谁更像疯狗？江青离，本宫早晚会被你气死。要死就早点死，别天天的讨人嫌。要是不想死就消停的，别来恶心我。说句心里话，屎壳郎都没你恶心人。死胖子，丑八怪，你才恶心人呢！以后你求着本宫来，本宫也不会来。太子妃也不胖了，也不丑了，这太子殿下骂的也太没有水平了。苏云骂骂咧咧的走了。战王府，苏战听着剑星的报告，这么说，那顾嫣嫣真的不会作诗啊？王爷，只有太子妃说她不会作诗，她后来不是没做吗？没有，只有太子妃说了几句顺口溜，嘲讽了一群人。她是怎么说的？我想想啊，只要顾嫣嫣出现，一群脑残围着转；只要顾嫣嫣招手，一群脑残跟着走。天上下雨地上流，顾嫣嫣要摔大跟头。还挺押韵。谁说太子妃胸无点墨？本王觉得说的挺好。王爷这是在夸太子妃，怎么觉得王爷要袒护她呢？让你抄的诗呢？啊，在这里。这是顾小姐这些日子做的诗，都抄下来了。苏战仔细翻看着每一首诗词，这些诗的意境确实不错。看来顾嫣嫣的确要摔大跟头了。王爷，您是说这顾小姐真的如太子妃所说，是不是她自己写的？沽名钓誉，招摇撞骗，还敢造谣重伤太子妃，顾侍郎该被弹劾了。这事儿这么严重吗？这顾侍郎怕是还不知道他闺女做的事情吧？王爷，这事儿得有证据吧？不用，去知会御史门上，太子妃的声誉关乎皇家体面。顾嫣嫣在大庭广众之下背诵着别人写的诗，招摇撞骗，太子妃出言揭穿，还要被一群脑残重伤，所有人都要跟太子妃道歉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青离妹妹那么可爱，那么善良，容不得任何人造谣重伤。江青离2天没有出房间，剑锋把这些诗词拿到会馆里，让他们多抄录一些，流传出去。我要让绿茶烟无路可走。剑锋拿了手稿，还没有离开，苏林就来了。林妹妹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就算不喜欢顾嫣嫣，也不用这么狠心把人往死里整吧？你是来报丧的呀？谁死了？青离，我把你当亲妹妹，处处维护你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五皇子，太子妃这2天没有离开院子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谁死了？谁也没死，一个个都问我谁死了，就这么希望有人死吗？谁也没死，你来干什么？不应该去跪舔你那个烟妹妹吗？青离，不要装模作样了。那些御史弹劾顾侍郎，顾嫣嫣被惩罚禁足，都是你干的吧？禁足了？被弹劾？他什么还没干呢？五皇子，你说的这些太子妃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这2天没出门，谁也没见。不对，见了太子一面，又把他赶走了，不会是太子干的吧？真的吗？这些不是你干的？苏小五，你是真的没救了。说你跟素云是一个娘生的还差不多。你走吧，以后你不再是我小五哥，太伤心了。黎妹妹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剑锋，送五皇子出去，顺便告诉门房，以后五皇子来不放行。是，五皇子。请吧，黎妹妹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怀疑你的，对不起。苏林还想继续说，被剑锋拉出了房间，交给了剑雨。赶紧带着你的主子离开，太子妃发火是会打人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吓得剑雨连拖带拽的把苏林弄走了。
剑锋办事利索，送完了手稿，又带回来消息，顾侍郎被御史联名弹劾，教女无方。顾侍郎被勒令在家反省。御史联名弹劾，好奇怪啊，是谁授意的吧？太子妃就是聪明，你猜猜会是谁？谁呀？战哥哥。太子妃果然冰雪聪明，这次又猜对了。切，你脸上就差写着王爷俩字了。我要是猜不到，岂不是比苏小五还脑残？剑锋摸了摸脸，他脸上这么明显吗？就是用别人的诗招摇了一下而已，是不是惩罚的太狠了？顾嫣嫣就没有喊冤吗？喊了，也有人给他出了主意，让他当众以题作诗，以示清白，他不敢。看来这绿茶也没有背多少唐诗啊。王爷也抄了一份您的手稿，夸太子妃人美心善，还有大才。你出去半天，这是回战王府了吧？太子妃，王爷会帮您的，您不用担心，王爷永远不会害您。他和苏云肯定不是一个娘生的，我敢打赌。太子妃，您要和谁赌？跟你赌，你敢不敢？属下没钱。江清离已经很久没有踏足苏云的院子了，剑影忽然看见他的身影，竟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苏云呢？殿下在书房。书房的门推开，江清离也不进去。苏云，咱俩打个赌，你敢不敢？打赌？你又抽？打什么赌？我说你和苏战肯定不是一个娘生的，赌10万两银子，敢不敢赌？这个女人又在抽风，真是荒唐到家了。不说话就是硬了，到时候我找你收银子，不能抵赖。谁要和你赌？你脑子有病吧？你脑子才有病，你和柳絮脑子都有病。江清离，他们两个吵嘴，关柳絮什么事儿？我不是来和你比嗓门的，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差距太大了，一个娘生不出差距这么大的2个孩子，就随意猜测，万一我猜对了呢？就没收你的所有私产，就这么定了。说完了，转身就走。谁和你定了？江清离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他和二皇帝差得太远，是什么意思？剑锋都要憋笑，憋出内伤了。江清离的诗稿被散播了出去，都私底下打听这些诗文到底是谁写的，太有才了。太子府门口，苏小五一脸的颓废。你们去禀报一下太子妃，我在这里等着。五皇子，太子妃说了，以后都不许你来太子府，她怕被传染。传染什么？我又没病。太子妃说您脑残，脑残是大病，挺严重的。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也后悔了呀。苏云看见苏小五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台阶上数蚂蚁。小五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战皇兄，你可回来了，我要进去，你带我进去吧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不让你进？林妹妹生我的气，不让我进去。你们2个不是同气连枝吗？不是合作愉快吗？不是气死我的时候不用偿命，让我带你进去？哼，买的你！苏云对着他冷嘲热讽了一番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府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大皇兄，你也太记仇了吧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没忘呢？真是的，小气鬼！你去打听一下太子妃为何生小五的气，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了吗？剑影办事迅速。殿下，五皇子是因为维护顾小姐才被太子妃责怪的。太子妃骂他是脑残，相信顾嫣嫣那个绿茶，却不相信他，要和他绝交。绝交不至于吧？幸好那天他什么也没说。殿下，太子妃生气的主要原因是顾侍郎被弹劾那件事，五皇子怀疑是太子妃干的，曾经来恶语质问太子妃，就让剑锋赶他走，还要跟他绝交。你说那顾嫣嫣到底会不会做事？太子妃说她不会。别管太子妃怎么说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太子妃说她不会，那她肯定就不会。剑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殿下，这跟谁的人没有关系啊，这是属下的看法。江清离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？殿下，天地良心，属下天天跟着你，从来没有单独和太子妃见过面。你说跟本宫作对的那个贼人会是谁？殿下，没有证据的事情，属下不敢乱说。刚才怎么敢说？现在就不敢了？其实他也怀疑太子妃，不能乱说。剑锋的功夫在你之上吧？殿下，您出事那会儿，剑锋还没来呢。本宫问你1+1等于几，没问你1+1为什么不等于2。殿下，不等于2等于几啊？气得苏云用眼睛瞪他，这跟1+1不等于2有什么关系？1+1明明就等于2呀！这要说时间嘛，殿下掉进茅厕那次，剑锋已经来了，难道那次是他干的？他倒是有这个本事。闭嘴，滚出去站岗！是，属下遵命。把豆腐糊到殿下屁股上，倒像是太子妃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嘿嘿，怎么觉得有点好笑呢？苏战送给江清离的猫不见了，随月找遍了整个院子，也没发现猫的影子。去那几个小妾那里去问问，看见了没？看见了的有赏。剑锋，你去柳絮房顶上听听，他们说什么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是。不大一会儿，剑锋回来了。太子妃，属下听到柳侧妃和她丫鬟的对话，猫被柳侧妃弄死了，就埋在芳妃院的花园里，就是具体位置不知道。
果然是柳絮，他是活腻歪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听他那话的意思是小白偷吃他的东西，他才把他打死的，怕被人发现就把尸体给埋了。一个小猫能偷吃他什么东西，还狠心的把他打死，太残忍了。他明知道是小姐养的猫，还敢打死，就是故意的欺负小姐。江青离坐在那里没动，过了半天，他才站起来往外走。他若是不平静一会儿，怕直接把柳絮给弄死。芳菲院房门被剑锋粗鲁的一脚咣当敞开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小姐正愁没有银子花了，你就把把柄送过来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什么把柄？我又做什么了？敢杀了我的猫儿，看来你是不怕死啊！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猫是我杀死的。不想跟你废话，既然小白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我也就不找了。10万两银子，3天时间，别让我久等，要不然我就把你和小白埋在一块儿。你听谁胡说的？我什么时候埋了你的猫？你们刚才的对话，剑锋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，还想抵赖？一个偷吃的破猫也值10万两，你也太狠了！你再说一遍。我没有银子了，我都给你了，已经没有了。柳丞相家应该有吧？我相信柳洛会把银子给你送来。你只有3天的时间，要不然埋了你。吓得柳絮心底发颤。以后柳侧妃的吃食跟太子一样吧，吃得太饱，总是出幺蛾子。苏云听说江青离的猫不见了，还带着人去了芳菲院，匆匆带着剑影过来，正好碰上江青离往外走。江青离，你没欺负柳絮？绿帽龟，活该你被绿。苏云也没听明白，他连忙进了房间。旭儿怎么了？是不是江青离又欺负你了？天下，别哭别哭，都怪我来晚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姐的猫偷吃旭儿的小鱼干，旭儿就打了它一鸡毛掸子，没想到那猫就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了。我也没想到它这么不经打呀！什么？你把他的猫给打死了？殿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他刚才是打你了吗？他让旭儿赔给他10万两银子，要不然就埋了我。还好，他没打你，那你给他银子就是了，以后不要招惹他。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你的钱呢？本宫就给了你10几万两，还有你的嫁妆，你应该有不少钱呢，都花光了。我有钱，我给他就是了。他敢说已经被江青离讹走了吗？于是又让剑影偷偷去他的私产那里支了点银子，给柳絮多少补贴一点。苏云刚刚让剑影把银票给柳絮送过去，江青离就来了。拿出来吧。你说什么？苏云给你的钱拿出来给我。这是殿下给我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就凭我是当家主母，苏云所有的钱都归我管，赶紧拿出来，别逼我动粗。江青离，你也太欺负人了！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要找殿下评评理！你敢去找他，我就告诉他你跟柳洛通奸。你说过你不会说出去的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我是答应过你，前提是你别作妖。都给你还不行吗？最后趴在地上嚎啕大哭。苏云对这个刘小三儿是真大方呀，竟然偷偷给了6万两。苏云不知道他送的钱让江青离又掳走了。江青离第2日去见了苏战，战哥哥送给他的猫猫被柳絮打死了。李妹妹别哭了，战哥哥再送你一只就是了。不是一只猫的事儿，柳絮太欺负人了，明知道是我的猫还把它打死，太过分了。战哥哥会替你出气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处理完了。怎么处理的？10万两银子，是不是合理？苏战看着眼睛放亮光的丫头，他给了？他敢不给吗？他要是不给，我活埋了他。青离威武，大皇兄知道此事吗？知道，一共16万两，就是可怜了我的猫猫了。你呀，是一点亏都不吃。苏战满眼宠溺地看着他，只觉得眼前的丫头越来越迷人。苏林终于在太子府门口堵到了江青离。李妹妹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错哪里了？我不该去做舔狗，不该不听你的话，不该指责你。原来错了这么多呀！现在知道顾嫣嫣是什么人了吧？知道了，她就是个大骗子，欺骗大家的感情，还骗我们的银子。就她那点水平，能骗到你们，还不是因为你们脑残？什么？还骗银子了？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说若是想让他单独作诗，就要付银子，1首诗100两，好多人都买了。哎呦我去，还以为我拿你柳絮
就够无耻了。原来还有同道之人啊！你也给他钱了？是我傻，以后不会了，黎妹妹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找我原谅是有什么目的吧？二皇兄说只要黎妹妹原谅我，就教导我武功。黎妹妹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他身边的侍卫也很厉害。知道了，别哭了，看看把妆都哭花了，成了小花猫了。苏云来到芳菲院的时候，正好看见刘洛，才帮妹妹擦眼泪。舅兄，你来看旭儿了。微臣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一家人不用多礼，好久未见，岳父岳母的身体可好？父亲很好，母亲还是老样子，并无大碍。那就好，代本宫给二老问安。二人寒暄了一会儿，刘洛就离开了。舅兄为何来？我好久没有回去了，他就是担心我，过来看看我过得好不好。你跟他说江青离坏话了？没有。那你哭什么？好久不见哥哥了，伤感而已。那就好，记住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有些事情最好烂在肚子里。此时的江青离正躺在床上，这银子真好赚呀，应该又快有40万两了，就给苏战送去，物尽其用。苏云不会和江青离那样卖惨，只是一字一句的陈述事实，听得太后都觉得他在编瞎话。云儿，你莫不是在做梦？梦还没醒吧？皇祖母，孙儿说的都是实话，您为什么不相信孙儿呢？你说黎丫头故意不给你饭吃？也不是，她给了，只给馒头和咸菜。那她为什么给你馒头和咸菜呢？她说太子府要节约开支，要从我做起。这丫头还挺勤俭节约，是个会过日子的啊。太后，您老人家都不心疼孙子吃不饱吗？皇祖母，江青离他还踢孙儿，给孙儿踢断了2根肋骨。胡说八道，黎丫头会有那么大的劲儿？她有，她天天跟着二皇帝习武，她厉害着呢。你说说你这个做人夫君的是怎么混的？他宁可跟战儿那个冷冰冰的家伙在一起，都不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可见你有多么的不称职。皇祖母，受委屈的明明是我呀！你一个大男人吃点粗茶淡饭怎么了？黎丫头打你几下又怎么了？不是也没打坏吗？皇祖母，打坏了，只是现在好了而已。打坏了的时候怎么不来说呢？你以为哀家糊涂了吗？就来糊弄我老太太？皇祖母，我没有糊弄您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江青离在太子府一手遮天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不就是怪我让你把管家权交给黎丫头吗？这么大个男子汉还要背着媳妇来告状，真是没出息。他好难啊！以前嫌弃李丫头胖，不给人家好脸色，现在她也不胖了，还不好好对待她。你说说，你整天在想什么？那个柳絮一看就是个以色示人的玩意儿，你还稀罕的不得了？你眼神有问题。皇祖母，我也想好好对她，是她不好好对我。你自找的，成亲快2年了，你可陪她回过娘家？你可曾为她庆祝过生辰？哼，怕是连她哪天生辰都不知道吧？苏云低头不语了。你这个拎不清的东西，把李丫头哄好了，赶紧跟她生个嫡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成天宠爱那个狐妹子，连个蛋也没下出来，什么玩意儿？老太太惹不起，她再也不来了。苏云出了慈安宫，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。她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转头又去了皇后的寿安宫。殿下不会又去找皇后告状吧？还是云儿有孝心。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母后。那个战儿呀，本宫啊都1个月没见着了，臭小子白生养他了。娘娘，战王爷心怀天下，是个做大事的人，太忙了才没有时间来看您。云儿怎么脸色不太好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，谢谢母后关心，儿子很好。一定要好好的。你都成婚快要2年了，这后院怎么还没有动静呢？那个柳絮不是一直承宠吗？今天怎么都是催生的呀？哎，寿安宫也不该来。这清离也不胖了，也变好看了，对她好点儿，最好让她先生下嫡子。那丫头长得壮实，屁股大，肯定生儿子。母后，你什么你就是被那个柳絮给迷惑了，才做出那些对不起清离的事儿。长点心吧你。母后，不是什么不是，都是你的不是。人家江清离怎么了？至于你那么讨厌他？他不说话了，说什么都不对。儿子，你是太子，以后会有3宫6院，不要把心思放在柳絮一个人身上，就把你的爱分给清离一点。怎么了？知道了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希望下次
能带好消息过来。是。他还以为母后会问江青离最近怎么样，他就借机告个状。结果皇后不但不问，还训了他一顿。永安侯府的世子换人了，换成二公子方如墨。侯夫人整个人都疯了，她咽不下这口气，她要去大理寺状告江青离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我是侯夫人，我才是这个府里的女主人。你是侯夫人，可现在掌家的是阮姨娘啊，不是阮夫人。阮姨娘已经被抬了平妻了。你们这群见风使舵的小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，杀了你们！去禀报阮夫人，咱们的侯夫人疯了，要杀人了。于是侯夫人就被软禁了江青言的院子。小姐，这是世子让人送过来的水果，还算他有点良心。至少目前看来，这个方如墨比方如舟靠谱。苏小武开始跟着苏战学习武功，底子太差。你连青离的一半都不如。我有这么差劲吗？你有，你很有，你也很了不起，让本王有了打死你的冲动。二皇兄，你别生气，我好好练，好好练。原来练功这么辛苦啊！青离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？小伙子，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！放弃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家睡大觉了。自从发现苏小武是个脑残，江青离不再叫他哥哥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能坚持到底，不会让李妹妹再对我失望。好吧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咱们去吃点水果吧。战哥哥府里有宫里送过来的水果，南方进贡的火龙果可好吃了，他也想吃。战王府的水果都是江青离吃了。哎，苏小武，你说你这些年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身手不行，脑子不行，长得还这么好看，怎么没被人卖了呢？苏林乍一听很沮丧，最后一句又觉得江青离在夸他。我有剑雨保护啊！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跟剑雨学点功夫？他也没说要教我。你还真不要脸呢！剑雨，不用守着他了，让他自己在这里蹲着吧。剑雨稍微犹豫了一下，真跟着江青离走了。哎，你们别走光了呀！我一个人多寂寞呀，没人陪我说话了。任凭他喊叫，也没有人理他。苏云是硬着头皮过来的。他打听到江青离在练武场陪着苏林练功。大皇兄，你来了，你留下来跟我说说话呗。他们都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你二皇兄没告诉你练功的时候要提气凝神，不能说话。好像说过来着。你大皇嫂呢？啊？你说谁？大皇嫂是谁？好陌生的称呼，她有吗？江青离，你还当真忘了他的身份了？哎呀，你说青离不就行了吗？真是的，不知道你找他干什么？他不是来陪你练功了吗？他陪我，他会那么好心？早就吃水果去了。苏云转身离开，那一定就是在客厅里了。主人不在家，江青离这是把自己当成主人了吗？呼出一口气，把火气压下去。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。你是太子妃，就不能？随月、剑锋，端上盘子，咱们换个地方吃。好嘞。二人麻溜地端起果盘，跟着江青离往外走。江青离，你太过分了！本宫想跟你和平共处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江青离不理他，继续往外走。江青离，你跟本宫站住！剑锋，拦住疯狗！你说谁是疯狗？殿下留步，您若是再纠缠，您就是了。放肆！江青离，你。苏云气得嘴都抽搐了。哎呦，殿下，您可千万不要动怒啊！太医说了，若是您再犯心急，就治不好了。他们要造反！殿下，属下就说了，不让你来，你偏不听。不是本宫不想和他好好过日子，是这个疯女人不识好歹。若是本宫再犯贱，我就不姓苏。他决定了，等他将来以后登基为帝，就把江青离打入冷宫，让他好好反省。江青离把战王府的水果吃光了。青离，你就没给我留点呀？你回宫吃吧，贤妃娘娘肯定给你留着。我好累啊，浑身酸痛，感觉要散架了似的。没事儿，过几天就好了。你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跟着剑锋习武，身上一点都不疼。战哥哥直接教我功夫的，没有基本功。你都没有蹲木桩吗？没有啊。我为什么要蹲呢？因为你笨呐，直接教你武功，你能学会吗？苏林都想哭了，二皇兄肯定是故意整他。苏战越是事务忙得不可开交，相较之下，江青离就越发看苏云不顺眼。你弟弟忙得脚打后脑勺，你一天天的还有时间跟女人狗扯羊皮，还真是一不做二不休啊。苏云自从发了毒誓，
还真的再也没有来找过江青离。江青离也恢复了他们正常的吃食。江青离现在是人美声甜，光不好，拐角处出现了4个黑衣人啊！大白天的穿成这样，是恐怕别人不知道他们要干坏事吗？小姐，这些人好像是冲咱们来的。太子妃不用害怕，一会儿属下拖住他们，你和随月先走。哎呀，紧张什么？人家也没说是来杀咱的，是不是？他看上对面那人手里的鞭子了。姑娘说的对，我们不是来杀人的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只要姑娘肯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，那自然就不必动粗了。花钱雇人来难为自己，除了柳絮，江青离觉得应该没有别人。能问一下，那人给了你们多少钱吗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是1万两。才1万两啊！我也太不值钱了，太过分了！怎么能给1万两呢？才1万两，你们听听，才1万两，才1万两，这是侮辱谁呢？这娘们儿莫不是脑子不正常？你闭嘴！1万两怎么了？这1万两，弟兄们能过几年好日子了。你这个女人，一看就是不知柴米贵的富贵之人，得罪了不好惹的人物了吧？本姑娘平时的交易都是10万两的银子，1万两银子就让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到京城送死，还真是井底之蛙。你们可知道这1万两买的是谁的性命？你怎知我们是从远道来的？一群乌合之众，你看看你们，一个个瘦的跟出殡用的纸人似的，都营养不良了，一来风就能带飞出去。你看看你们这些兵器，五花八门，没有一件像样的。就你手里那鞭子还不错，要不你把它卖给我，我给你1万两银子。真的？你真的给1万两？当然，我堂堂大云国太子妃，岂能说话不算数？太子妃？你说你是太子妃？那人没告诉你我的身份吗？你说你是太子妃就是太子妃啊，骗我们的吧？说的也是，剑锋，证明一下我的身份。怎么证明？没太搞懂太子妃的意思啊。哎呀，震慑一下嘛！你看我干什么？哦，明白了。对着其中一人就打了过去。老大，救我！他们都害怕了。老大，这怎么办？办什么办？赶紧走啊！站住！太子妃让你们走了吗？把你们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就能活命，还有银子呢。拿着银子回去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要是有一点隐瞒，大卸8块。柳洛接到消息，他安排的人成功的把江青离给绑架了，拿了剩下的5000两银票，到了约好的地方。这是剩余的5000两，你们赶紧离开京城。那个女人呢？5000太少了，涨价了。啊，不是说好了1万两吗？先给5000，事成之后再给5000。你说那女子只是你妹子后宅的仇人，可也没说她是太子妃啊。难道太子妃只值1万两？奶奶的，老子坚决不答应，太不值钱了，侮辱谁呢？你们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竟然出尔反尔，传出去不怕被人耻笑吗？耻笑跟性命比起来一文不值，给钱吧！你们简直就是土匪无赖！这位公子，你怕不是还没睡醒吧？我们本来就是土匪呀，你到底想不想给呀？你想要多少？再给10万两。什么10万两？你们怎么不去抢？这话说的没水平。哼，我们不就是在明抢吗？你若不给，我们就报官，说你雇佣我们绑架太子妃，大不了一块儿死。好，我给，先让我把人带走。我们要先拿到钱，要不然谁知道你会不会出尔反尔？柳洛被气得脸色发青。你们土匪强盗！你不用一个劲儿的在这里强调，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好，我这就回去筹钱。你们把人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柳洛有些心慌意乱。被人撞了也没察觉，原来是个呆子。那人嘟囔了一句，转身离开。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他用最快的速度就把银子送过来了。银子给你们了，我要的人呢？柳大公子，你说的是我吗？我在这里呢。柳洛转头看到的是端庄优雅的江青离。你江青离，你怎么？你们竟然合起伙来耍我？还没耍透，你再猜猜，接下来我会干什么？我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我随你处置，能不能不要牵扯柳絮？你想的太多了，柳絮不值得我对付，这人人品不咋地，对柳絮还是真爱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若是想让他死，他早死800回了。我不喜欢杀人，太血腥了。
你不杀我吗？杀了你有银子拿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柳大公子的脑子是豆腐渣的吧？绑架太子妃的事情也能干出来？就算苏云不重视我，我还是将军府的女儿呢。你以为我没人管了吗？他面如死灰，颓废地坐在地上。你想死还是想活？我还能活？当然，只要银子到位，我可以保你长命百岁。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呀，就跟苏云一样，凡是你的，我都要。没听懂，他是要掌控相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得选，不管他做什么都得受你摆布，为何不趁机提个条件呢？还能营造一个痴情的人设呢？是这样的吗？柳洛虽然未娶妻生子，他的女人可不少。若是对柳絮是真爱，怎么会允许身边有那么多女人？说的有道理，战哥哥挺有经验呀，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啦？最近大皇兄对你可好？挺好的，非常非常好。苏战心里咯噔沉了一下。那就好。他已经1个月没出现在我面前了啊！这段时间他就跟死了一样，也没有找我的麻烦，也没有过问账目上的事情。这就是青离说的好，难道不好吗？我看见他就烦，看见他心情就不好。他要是永远不出现就好了。青离，你可曾想过，大皇兄是一国储君，子嗣尤为重要，你就没想过？停！打住！不要说了！参与绑架案的那群土匪被苏战安排进了军营，若是有机会，就会让他们上战场将功赎罪。大将军江明带着2个儿子奉旨回京。太子妃，王爷说大将军明日就能到京城，我们要去迎接吗？要去啊，怎么能不去呢？我都好几年没见爹爹和哥哥了，他们终于回来了，我有靠山了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太子妃，好像现在也没有人敢欺负你吧？莫非你忘了要通知太子吗？通知他干什么？晦气！好，属下知道了，这就去安排。王爷让问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他还得去王府回禀。狗男人，2年了，从来没把岳父家当回事儿，让爹爹好好修理修理他，最好是把他所有的财产都交出来，让他1两银子都没有，憋屈死他。一早上天刚亮，剑锋就准备好了马车。太子妃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么早干什么？王一将军回来的早呢。那你说说，我爹昨日在哪里住的店？距离京城最近的是云城，起码需要1个时辰。就是啊，他们现在开始走，1个时辰才能到城门口。你现在就去等着，你嘚儿啊！也是啊，属下愚钝了。吃饭，我爹他们也得吃饭，吃完了饭再去也不迟。是。几个人吃完了早饭，准备上马车出城。许久没有见面的苏云正好从府里走出来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别理他，赶紧走。苏云眼看着剑锋甩开了马鞭，疾驰而去，又把他气得血压飙升，咬牙切齿。都几年不见了，也不知道爹爹能不能认出我。小姐，您长得随了夫人，老爷肯定能一眼认出来。马车一路疾驰到了城外，已经有1辆马车等在那里。太子妃，王爷早就来了呢。啊，战哥哥也来了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属下也不知道王爷会来。战哥哥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不会也是来接我爹爹的吧？本王最敬重的就是江大将军，他今日回京，自然是要来迎接一下的。你还挺正式的呢，舍得把你的黑衣换下来了？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其实你穿黑衣也挺好看的，人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青离也很好看。我青离越来越美，大将军见了肯定会吃惊。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。这是正常逻辑发展，总不能越长越丑吧？战哥哥，你和我爹很熟吗？算是很熟吧。本王自幼喜欢军营，有机会就去跟大将军请教战场的事情，也算是良师益友。哥哥呢？你也认识我哥哥吧？2位大哥也很好，对本王也多有照顾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些呢？你那时年纪小，就知道吃，还傻乎乎的跟着小五屁股后跑。战哥哥，你埋汰谁呢？我会跟着那个脑残跑？苏战轻笑出声，你才比我大几岁呀？你净在瞎说。本王15岁就开始学习兵法战策，你才10岁。你想想，你1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战哥哥，你好辛苦，太不容易了，心疼你一会儿。还好，已经熬过来了。远处出现了一个黑影，黑影越来越大。小姐，肯定是老爷他们回来了。这是爷仨一起，
连个随从都没带，应该就是爹爹和哥哥了。梨儿，爹爹，是我，爹爹一眼就认出我了，果然是亲爹。梨儿越来越漂亮了。大哥、二哥，我好想你们。哎呀，梨儿都有夫君了，真的想我们了吗？江青离小脸瞬间就垮了。几位将军，好久不见。本来他们以为是太子。战王爷，好久不见。微臣见过王爷。几位将军，无需多礼，你们辛苦了，咱们入城吧，有话回家再说。好，咱们回家。爹爹，我已经让人通知母亲了，母亲在家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好啊，梨儿，你母亲写信说你瘦下来了，爹爹真的为你高兴啊。母亲没跟你说我胖的原因吗？胖的原因？什么原因呢？我是被张姨娘下毒了，所以才一直胖的。张氏那个混账妇人，她怎敢？母亲把那人关起来了，等着爹爹回来发落。不过不发落也没关系，连江青言都不认他了，他过得也不好。梨儿受委屈了，爹爹一定为你主持公道。有爹爹疼爱真好。梨儿，太子殿下对你可好啊？哦，他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江明深信不疑，闺女长得这么漂亮，应该是得宠的。苏湛陪着父子几人回了将军府，喝了杯茶就告辞离开了。江明终于等到苏湛走了，把张氏给本将军带过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刚刚回来，不要跟小人置气，改天再说。老爷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夫人请说。咱们回房间说吧，让孩子们自己待一会儿。老夫妻要说悄悄话，还要背着儿女。江玉和江寒一左一右围着江青离。梨儿在太子府过得怎么样啊？我过得挺好的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太子对你好吗？二哥，他要是对我不好，你会怎样？二哥替你教训他，敢对我妹妹不好，我打得他找不着北。苏云武功挺厉害的，你能打过他吗？这不还有大哥了吗？我们两个一起揍他。梨儿，太子真的对你不好？是非常不好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梨儿，你说他是怎么对你的？咱就不说他是怎么对我的了，我与他成亲快2年了，他一次都没来过将军府，倒是陪着他的柳侧妃经常出入相府。他还有侧妃？哥哥大惊小怪了，有侧妃算什么？还是同一天娶的呢。哼，苏云简直欺人太甚！我们不在家，他竟然如此欺辱于你。当初苏云可是跪在御书房外1天1夜求来的，让柳絮与江青离同一天进门。哥哥，算了吧，同娶是皇上同意的，咱们不能与生命作对，不是？好，同一天娶，我就不计较了。那他为何不陪你回娘家？竟然一次都没有。这事儿我觉得他大概是欠揍了。江夫人把夫君拉到房间里，说的也是这件事儿。殊不知兄弟俩已经酝酿着怎么揍的太子满地找牙了。打人的时候不能留下把柄，别打脸，别人会看出来；也别把人的腿打断，影响他走路。梨儿不用担心，我们不会把他打坏的。当然啦，敲断他几根肋骨是没关系的。敲断他的肋骨，梨儿，我们不会这么狠，就是教训他一下就行。那可不行，要揍他就得让他终身难忘，要不然不起效果。啊，妹妹说的是。江明进宫面圣时，臣子们已经下了早朝，苏云又完美的错过了与岳父的碰面。父子3人撩袍跪地行君臣之礼。你我兄弟不必如此客气。小豆子，赶快给几位将军赐座，谢陛下。江明坐下，2个儿子站在一边。大哥一路辛苦了，是不是还没用早膳呢？回陛下，已经用过了。大哥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转眼你我都老了。是啊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我们能不老吗？玉儿跟涵儿越来越有大哥的风姿了。皇上过奖了，犬子粗莽，哪里比得上太子殿下龙章凤姿，让相府嫡女不惜为妾也要嫁到太子府。大哥，你这是在怪朕？臣不敢，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朕知道此事是我们对不起黎丫头，
你就是责怪朕，朕也无话可说。当年的事情，朕也有苦衷啊。柳丞相不依不饶，闺女被太子玷污了清白，非要皇上给个说法。臣不敢怪罪皇上让太子妻妾同娶，也不敢怪罪太子殿下宠妾灭妻，只是心疼臣的女儿入了太子府快2年，夫君却从未陪她回过娘家。臣的夫人已经快要不认识殿下了。皇上，我们京城归来，是离儿一个人去城门口迎接的我们一问才知道，太子殿下从未和离儿一同出过门，更别说回娘家了。我们很难想象离儿在太子府过的是什么日子。是啊，皇上，离儿是我们的心头宝，她若受了委屈，我们全家都难过，还请皇上为妹妹做主。皇上头大了，看来这父子还不知道苏云动手打人的事情。朕知道此事李丫头受了委屈，朕也补偿过她了，她现在过得也挺好，朕会好好的敲打太子，让她以后好好对待李丫头。不得不答应会好好惩罚太子，让太子跟江青离认错，求得他的原谅，还要亲自登门跟岳父岳母认错。老爷，妾身知道错了，请您原谅我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张氏跪在地上磕头。张氏，当年是你设计我进的将军府，我已经心软了一次，你竟然不安分，想害我的孩子，你实在是该死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夫人，你最善良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就是因为我的善良，才差点让你害了我的孩子。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让你进府。老爷，处置了吧，免得留着再生祸端。不，老爷，您不能这样无情啊！我们好歹还有言儿，看在言儿的面子上，你不能杀我。言儿也是你给本将军下药偷来的，那是本将军的耻辱，不必多说了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。张氏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污点，江明到底还是没有狠心杀了他，让人把张氏送到了远离京城的乡下。临行时，江青言给了张氏一些银子，让他去乡下好好赎罪。夫人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老爷，皇上怎么说？皇上让太子来给我们道歉，先看看他的诚意再说。他不会道歉的，爹爹不用想了，他就是掉进茅坑里了都不会承认自己身上臭。他若真不来道歉，我们能拿他怎么办？这不是咱该愁的事情，有皇上顶着呢。放心吧，娘，快吃饭吃饭，吃饱了好和爹说悄悄话。这丫头越来越没正形。一家人饭还没有吃完，门房来报五皇子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苏小五这人虽然蠢了点，心眼不坏，肯定是听说爹爹和哥哥们回来了，可以来探望的。你说五皇子蠢？有时候挺蠢的。这话不可乱说了。苏林是从苏战那里得知江明回来了。臣见过五皇子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无事，大将军太客气了。我和青离是亲兄妹，不需要这些虚礼。闺女和五皇子是亲兄妹，自己怎么不知道？这离儿不是自己的亲妹妹吗？怎么成了五皇子的了？原来五皇子是跟我们来抢妹妹是情同亲兄妹。五皇子说的是，里面请。苏林带来的2个菜加入，坐下就要吃饭。林妹妹，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陪你一起出城迎接江伯父啊！要不是二皇兄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来，大家不用客气。我不是怕耽误你练功吗？练功之事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要持之以恒。耽误1天也没有关系的，是不是江伯父？不大一会儿就喝得称兄道弟了。苏云正在芳芬院跟柳絮你侬我侬，小豆子送来皇帝的口谕，让太子殿下必须去将军府给岳父岳母认错。岳父，江明父子回来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本宫怎么不知道？回殿下，他们早上就进宫了。将军直接责怪殿下您不陪太子妃回娘家，没有把将军府放在眼里。皇上吩咐了，让您务必把大将军安抚好。江青离故意不告诉本宫他父亲回来的消息，凭什么要怪罪本宫？殿下，将军指责的是您从来不陪太子妃回娘家，而不是这一次。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江青离已经管控太子府了。
还要拿这件事惩罚本宫，本宫坚决不去认错。太子殿下三思啊！皇上可是答应了大将军，让您去赔礼道歉的。江家妇女欺人太甚，本宫坚决不去。小豆子没想到太子殿下会这么固执。殿下，您若是不去，皇上可是会生气的。父皇从来不问问本宫过的是什么日子。那江青离专横跋扈，本宫不就是以前冷落怠慢了他吗？如今他就跟与本宫有深仇大恨似的，恨不得本宫死掉他才开心。殿下，您那就服个软吧。谁家女儿受得了这样的待遇，父母都会不高兴的。公公回去吧，让本宫想想。小豆子也不再继续劝，只能回宫复命。苏云觉得自己好委屈啊，他都活成了缩头乌龟了，还要找他的麻烦。殿下，您受委屈了，您要是不去，将军府会不会冲你发难啊？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了江青离，让他这么折磨我。剑影想说，你是这辈子欠下的，这么快就忘了吗？去看看太子妃回来了没有。剑影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太子妃从早上走了就没回来。苏云顶着一张别人欠了巨款不还的臭脸，非常不情愿地来到了将军府。门房通报太子来了，江青离一脸的不可思议，请太子殿下进来吧。苏云进了客厅，一家人围在一起用膳，谁都不理他。苏小武也在，竟然也不理他，导致他的脸色更加铁青。苏云等着他们行君臣之礼，江明等着姑爷开口道歉，气氛尴尬又微妙。江青离眼珠子咕噜咕噜转，太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今日的太阳不是从西边出来呀？苏云的脸色更黑了。呀，太子哥哥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就跟老刘头死了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你是不是快要死了？江青离，你好样的，你确实有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，本宫今日就不该来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苏明的脸瞬间黑了。太子殿下，你今日不是来赔礼道歉的吗？大将军，你生了一个好女儿啊，能气死人不偿命。本宫确实不待见她，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，还动手打她了。你们想怎么治罪本宫随意吧，本宫说多了你们也不信。一听说他还动手打过江青离，就炸毛了。鱼儿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他还动手打你啊？我可是什么都没说。哎呦我去，上赶着找揍！你告诉哥哥不用害怕，即便他是太子，打了妹妹也是要付出代价。也没什么，总共就打了2次而已。什么？还打了你2次？太过分了！离开席位就冲向了苏云，苏云还站在门口发愣，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对江青离动手的事情呢。大皇兄这是自己把自己卖了。苏云只能避开江寒的攻击，剑影上前拦住了他，可是江寒在气头上。江公子，您高抬贵手，殿下只是一时糊涂，不是故意的。滚开！我要弄死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剑影，别拦他，本宫就看看今日谁敢弄死我。哼！还有我，太子宠妾灭妻，我江玉替妹妹讨回公道。4个人在大厅门口打得难解难分，大哥貌似打不过他。哎呦，太子妃，你快让他们住手！殿下今日是来道歉的。剑影是真的不想打架，是吗？太子哥哥，你是来道歉的吗？江青离，你这个毒妇，本宫这辈子都不会跟你道歉。剑影，你撒谎哦！撒谎的孩子被狼吃。剑影是欲哭无泪。江青离趁所有人不注意，手指用力弹向了剑影，剑影腿上吃痛，没躲开江寒的攻击，被一脚踢飞了出去，半天没爬起来。每一脚每一拳都是奔着断他肋骨去的。李妹妹，大皇兄不会被打死吧？放心吧，他们有分寸。江伯父，你也不管管。最后还是江明阻止了2个儿子。苏云躺在地上，呈现半昏迷状态。将军府的人太可怕了，如果没数错的话，应该能断6根。太子哥哥，你今天黑着一张死人脸来打扰我们一家人团聚，还口出狂言，打了我也不道歉，你这可是主动找揍的，怪不得哥哥哦，就是可怜了剑影，还得跟着你挨揍。剑影眼泪汪汪的点头，还在半昏迷状态的苏云直接气得昏死了过去。大皇兄，你可不能死了呀！江明确认了苏云不会有生命危险，就让人把他们送回了太子府。殿下，您这次断了6根肋骨，需要平躺着休息，不要乱动。肋骨断了，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式，就得慢慢养。苏云这次没有大吼，反而沉默了，让剑影心里都发毛。殿下不会想不开了吧？他谁也不见，他想静静。倒是苏小武赶也赶不走，里里外外都是指责苏云。江明是谁呀？那可是他父皇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，在他父皇心中的分量极其重要。滚出去！大皇兄，明明就是你做错了，你却不知道道歉，到
道个歉而已，就这么难吗？江青离就没错了，明明是他一次次挑衅，他为何不道歉？他也是被你欺负多了才反抗的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吗？江家人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，太子也敢殴打。若是父皇还偏袒江青离，本宫就不再惯着他了。他只是想好好过日子，还真的以为他怕江青离吗？大皇兄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李妹妹什么都没干，你打人的事情是你自己说出去的，谁家妹妹挨打了会无动于衷啊？苏云闭上眼睛不说话了，没有人理解他，他活得好憋屈，好憋屈。他只剩下善解人意的柳絮了。皇上都要被苏云给气死了，让你去道歉赔罪。即使2个人把太子打了，也只是无伤大雅的皮外伤，总不至于真的把人打坏。直接下旨让苏云在家禁足反省1个月。苏云哑巴吃黄连，皇上连诉苦的机会都没给他。顾嫣嫣好不容易熬到父亲把他放出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诗都是别人写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来自1000年之后，除非这里有和他一样的穿越者。顾嫣嫣为了见苏战，一天到晚的堵在战王府门口，直到日落西山，苏战的马车才缓缓而来。王爷，请留步。大胆妇人，竟敢冲撞王爷！不是的，臣女不是故意冲撞王爷的。